我是县委书记秘书，上班却被告知县委书记已经被双开。然而我在打扫办公室时，却发现一个记着县里领导黑料的笔记本，由此开始了逆袭之路。房门忽然被推开，县委办主任程方宇走了进来，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一样。打扫完了没有？完了，赶紧走，新书记已经上楼了。走廊内，一大群人正簇拥着2个女人走向县委书记办公室。他就应该是新书记的秘书，这未免也太年轻了些。看什么看？回屋去！程方宇拧着眉头低声喝道：“跟个农村老娘们一样，凑什么热闹？”瞬间我怒了，麻蛋的，老子不顶嘴，你觉得老子好欺负是吧？我性格跟娘们一样，但是我不穿女人的衣服哦。程方宇闻听此言，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你什么意思？我没意思，不就是个办公室主任吗？你能拿我如何？程方宇怔怔地盯了我几秒，牙缝里蹦出一个字：滚！我哈哈一笑，直接回了自己办公室。刚收拾完，程方宇带着那个高个女孩走了进来。宋秘书，这就是您的办公室了。随后他冰冷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乔洪波，收拾一下东西，去大办公室吧。前辈，你好。你好。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自己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写，再也无法翻身了。书记不在，我就回了家。到家后发现零零散散的衣服丢在卧室的门口，我快步冲进房间里。此时妻子白美正慌张地坐起来。你在干嘛？我睡觉啊。白美静表情古怪地说道。你怎么回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出轨家里藏了男人？我怎么回来了？自己的家难道我回来还要提前给他打招呼吗？我到处看下下，发现没有人。别找了，家里除了我没别人的。乔洪波，咱们离婚吧，既然你怀疑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靠，他竟然还有脸跟自己提离婚。白美静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走到他的面前，怒声咆哮道：平日里我对你百依百顺，你勾搭野男人对得起我吗？我就是勾搭野男人了，可是证据呢？白美静歪着头，一副欠揍的模样。证据我会找到的。闻听此言，白美静笑得花枝乱颤。别闹了，即便你能找到证据，又能怎么样呢？吴迪已经被双规，你的靠山倒了，这辈子也没什么前途了。乔洪波，咱俩离婚吧，我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未来了。然后下了床。你好像还没见过我如此迷人的样子吧？他说我穿这身衣服最令他心动了呢。然后笑着转身离开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前天晚上还躺在自己的怀里畅谈美好的未来的妻子，竟然变得如此之快。掏出手机给白美静拨了过去。离婚吧，我去民政局门口等你。离完婚到了单位，我准备和新书记周锦瑜面谈一次，结果碰到了电视台副台长方晴。乔秘书，你怎么在这儿？被发配了。瞬间方晴的脸色变得冷漠起来。周书记在不在办公室？我靠，他也打算趁着中午的时间来拜码头呢。方台长，周书记中午肯定要休息的，您还是换个时间点来吧。方晴眉头一皱。老娘什么时候来要做什么事用得着你教？还以为你是书记秘书的时候呢，真是不知所谓。洪波，书记秘书当不成了，如果没有地方去，那就跟我去电视台吧。姐姐，我怎么也得给你弄个科室主任当当，咱们有多大的能耐就端多大的碗，何必在这里受气呢？你说是不是？电视台的科室主任一般都是股级干部，而现在的我已经是副科级干部了，去电视台这明显是贬损我。方台长，不要开玩笑了，我哪能伺候得了您呀？对哦，你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我如果收留了，你会被别人笑话的。让你去保卫科看门，好像也不太合适。混到最后，连只看门狗都做不成，真是太可惜了。他脸上露出一抹惋惜的表情，轻轻摇着头。我靠，伤口上撒盐，这娘们太卑鄙了吧！方台长，吃水不忘挖井人，您什么时候去探监呀？探监？方晴一脸的蒙圈，不解其意。吴书记在监狱里呢，您什么时候去伺候他呀？你……我连忙露出懊悔的表情。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吴迪现在是阶下囚，而应该是他伺候您方大台长才对，我向您道歉了。本来方晴准备好一肚子伎俩，打算在周锦瑜面前施展的，结果被我这一顿敲打搞得兴致全无。你给我等着！他一转身朝外面走去。如果你不惹我，又怎么会自取其辱呢？周书记您好，我是前任县委书记的秘书，我叫乔洪波。你好。周锦瑜礼貌地点了一下头。周书记，我有一些想法，能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如果吴迪调任或者被提拔的话，自己自然要略微重视一下。只是吴迪已经进去了，自己又怎么可能满足他？干部有想法，这是好事儿。你找方宇主任一趟，把想法告诉他，我们再研究，你看好不好？对于这套官腔，我早就烂熟于心，又岂能看不出来？周书记，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而来，我为的是您。
前面趟雷的雷已经炸了，还炸得粉身碎骨。在下本事没有，但经验还是有一点点的。周锦瑜听我这么说，就知道我是来告密的。那你进来吧。周锦瑜说完，又对宋雅洁说道：“记住，中午我是不会课的。”明白。宋雅洁点了点头。乔洪波，吴书记是怎么进去的？你了解吗？既然他谈这件事儿，周锦瑜估计想摸摸我的底。不知道，在我的印象里，吴书记是个不爱钱的人。周锦瑜点了点头。你想告诉我什么呢？周书记，今天下午开干部会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侯县长会在会上提出西郊开发项目的事情。他会说这个项目有外商来投资，前景如何广阔，年纳税额达到多少，促进就业多少人等等。但是您一定不要答应他，因为这是个坑。周锦瑜觉得好笑，用告发别人来换取自己的信任，吴迪竟然肯用这样的干部做秘书，怪不得会阴沟里翻船。我明白了，谢谢。周书记，如果今天晚上他……然而我话还没说完，周锦瑜就打断了他的话。谢谢你，我要休息了。我愕然点了点头，悻悻的离开。电视台副台长弟弟来找我麻烦，被我打的落荒而逃，却不知他姐姐也将被我拿捏。方大美人，我有你跟吴迪亲热的录像，你是想让我公之于众呢，还是想跟我撕了呢？方晴闻听此言，晴天霹雳一般。乔洪波，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我乱讲，那我就详详细细的帮你回忆一下。说着，我拿出吴迪的笔记本。4月13号，云波酒店跑328房间，你穿了一件湖蓝色的晚礼裙，你进门之后直接跪下了。别说了，该死的吴迪，竟然还有录像资料。小乔，把东西还给我，条件你随便开。条件吗？我自然会开，不过你别着急，等我想好了条件以后，我再告诉你。说完，我便挂了电话。回到家，走进卧室，发现前妻妹妹白美玲睡在了自己床上。正当我准备把她赶出去的时候，听见了白美静上楼的声音。于是我走到客厅，对着卧室大喊：“刚刚我恰到好处的撤了，相信我的技术，绝对不会让你怀孕的。”进来的白美静露出一抹诧异之色，刚准备向自己卧室里走去，白美玲就出来了。你们两个在干嘛？白美玲心虚的向后退了一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们能干嘛？怎么只许你州官放火，不许我百姓点灯？白美静彻底炸了，来到我面前打了我一巴掌。万万没有想到乔洪波这个混蛋竟然无耻到了这种地步，竟然勾引美玲。我反手一巴掌将白美静打倒在沙发上。哎呀，乔洪波，你怎么打人啊？白美静猛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扬起手来还要打人，却被我一把抓住。你都打算跟我离婚了，还管我跟谁睡觉？咱俩离了婚，我马上就娶玲玲。我就是要气死你！乔洪波，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怒气冲冲的离开了。老子等着，看你到底能拿我怎么样！白美静走后，白美玲冷冷的盯着我。你刚刚那句话究竟什么意思？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来我家洗澡，难道不是来勾引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污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回家？怎么面对我姐？你姐出轨了，并且今天上午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白美玲脸上写满了震惊。看他这个样子，我自嘲道：“你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给我扣上一个绿帽子吧？我特么也没想到。”那你也没道理污蔑我，乔洪波，我恨你！乔洪波放肆的哈哈大笑起来。他能做出下贱的事儿，我还不能气气他？凭什么？白家人还真是霸道的很呢。我是不是可以报警说你私闯民宅呢？白美玲的脸色骤变，情不自禁的向后退到墙边。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离了婚。这番话你还是告诉警察吧，我不会原谅你的。姐夫，不，大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把他摁在墙边。你说你姐姐给我的屈辱，该如何补偿？白美玲瞪大了眼睛，露出慌张的神色。我给钱。我不要钱，妹子你长得真漂亮。沉默了3-2秒，白美玲哗啦啦的流泪。看见他这样，顿时心软了下来。你走吧。白美玲一怔。走啊！回过神来的白美玲匆匆的跑掉了。这时吴迪老师打电话过来：“阿姨您好，小乔，老吴昨天早上被带走了。走之前，他吃降压药的时候，用手指蘸着桌子上的水，写了一个程字。这个程字代表着什么意思？”里的主要领导没有姓程的呀，我不清楚哦。吴迪的老婆叹了口气：“算了，打扰你了。阿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尽管开口。”道完谢，他就挂了电话。忽然我灵光一灵，莫非是县委办主任程方宇？怪不得一向谨小慎微的吴迪会阴沟里翻船呢。身为办公室主任的程方宇和我，一直都是吴迪的左右臂。正当打算躺下美美的睡一觉的时候，
方晴打电话过来，小乔，你在哪呢？姐姐过去找你，咱们见面聊好不好？我在家呢。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在吗？就我自己一个。那一定等我哦，姐姐马上到。他想干嘛？难道想勾引自己吗？突然一整敲门声传来，随后方晴走了进来，坐在沙发上。小乔，最近姐姐的手头有点紧，这是10万块，你不要嫌少哦。方晴掏出来一个纸包，放在了茶几上。我只觉得心中一阵热浪翻滚。当官就是好啊，来钱真特么容易，只可惜自己这钱不能拿。方台长，我不要钱的。方晴眼前一亮，那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姐姐一定满足你的愿望。不如先将他回去，索性改天再谈这事儿。方台长，我下午有点事儿，要不咱们改天再谈。别呀，人家都来了呢。说着一只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顿时一颗心扑通扑通剧烈跳动起来。方晴忍不住笑了2声，果然自己伸手就把他拿捏了，再稍微扒拉一下，这货就得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你想怎么样就大胆说出来吗？看着方晴火红的嘴唇凑过来的时候，我猛地站了起来。方台长，我今天真的没时间。叫晴姐。晴姐，咱们改天行不行？我约好3点钟跟朋友见面的。时间还早吗？跟姐姐说说知心话，好不好呀？说着正准备脱衣服，我吓得大惊失色。晴姐，请你自重。方晴脸上一脸震惊。我现在的处境你也了解，所以我想翻盘，你能支持我吗？我连个正科都不算，想要见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没有这个资格，你让我帮你，这不是在做梦吗？姐姐别的忙可能帮不上，如果你需要安慰姐姐倒是可以的，快活一天是一天，何必活得那么认真呢？如果想要让男人臣服，只有让他成为自己的裙下之臣。弟弟，姐姐我最近很孤单很寂寞，孤孤单单一个人，彻夜难眠。我靠，又来了！既然你想勾搭我，那就看看你豁不豁得出去吧。我立刻转身进卧室，拿了一条粉色丝带出来。晴姐，您看这条丝带怎么样？方晴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腾的一下站起来。弟弟，你听我说，姐姐我还有事儿。不着急，现在才2点多而已，咱们有的是时间。方晴吓得花容失色，扭头就跑。晴姐，别跑啊！女书记被人下药，赶到时口渴喝了床头的水，结果把书记睡了。我被挨了一巴掌，从梦中惊醒。你干嘛打人呀？王八蛋，你竟然敢欺负我！周书记，这是个误会，你被人下了药。我是被你下了药吧？你就等着坐牢吧。周书记，您真的误会我了，昨晚上真的是有人想要害您。我从裤兜里将那部录像的手机掏了出来。周锦瑜看完后把手机关掉。昨天晚上的服务员一定是侯伟明安排的，然后被我及时赶到。那你在洗手间里对我做了什么？我靠，这不是小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于是我坏笑道：周书记，您是领导，我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即使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闻听此言，周锦瑜像是发了疯一般，对我指出去。你给我滚！我下楼站在了自己的汽车旁，周锦瑜也走了出来，他上了我的车一起去。周书记，我已经想好了，我打算辞职，从今以后咱们2个再也不要见面了。您放心，昨晚上的事情我乔洪波如果对第2个人说，天打雷劈。说完了。你结婚了没？离了。为什么离婚？他出轨了。你想娶我吗？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怂货！周锦瑜骂了一句，推开车门走向办公楼。如果自己刚刚表示一下乐意娶她的意愿，那自己岂不是草鸡变凤凰了？随后我推开车门，风一般的追了上去。周书记，我想明白了，只要您乐意，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儿。周锦瑜脸上闪过一抹不屑。想得美，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混蛋，你给老娘等着吧，看我不把你折腾死！到了政府办后，周锦瑜不是让我翻桌子，就是提水。组织部副部长平眼，那里有一份文件，你帮我取来。周书记，这不符合规矩吧？你让他们给你送来就可以了啊。我的话就是规矩，马上去。我转身去了平眼办公室。平部长，周书记让我拿份文件。小乔，科技局缺一个副局长，你感不感兴趣？谢谢您，平部长，不必了。周书记是不会同意的。你怎么得罪他了呀？怎么得罪的，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周书记在考验我呢，如果经得起考验，应该会格外重用的。我先走了。我失魂落魄的回了书记办公室。格外重用，也不用如此折腾人吧。回到书记办公室，环保局牛局长正在汇报工作。牛局长，环境保护是生产发展的很重要一环，咱们清源县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是，清源的规上企业大都在广农镇，那边交通便利，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周书记，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建议您走一走看一看，一定能对清源的发展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好，下周我会安排考察的。牛建设跟周锦瑜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开。周书记，考察企业的事儿，我建议您不要着急。为什么？那些企业的老板一个比一个牛，并且企业的环保大多数不达标。侯伟民和牛建设让您去考察，从而激化您和企业老板的矛盾，这明显是把您当枪使。我觉得您要破局，应该先跟那些企业老板私下里见面，沟通一下关系，然后再。我该怎么开展工作？用得着你来指指点点？一句话把我怼了回去。我靠，这娘们怎么不识好歹呀？明天早上6点来办公室，我有事情吩咐你做。我走在地下室，县长侯伟明的秘书谢勇叫住了我。乔主任，找个地儿，咱们喝2杯。没时间。你都离婚了，回家那么早干嘛？陪你喝杯酒，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我已经离婚了？你老弟现在是清源的名人，被新书记针对的名人，你的一举一动，所有人都盯着呢。这周锦瑜也是，干嘛把矛头对准前任秘书呢？要不这样，我给你指条明路吧。侯老板对你那可是青睐有加，经常对我说你这人踏实忠诚。吴迪这辈子干的最聪明的事儿，就是让你当他的秘书。我心中冷笑，没想到真是在帮侯伟明当说客呢。谢哥不用说了，我谢谢侯老板的赏识，但是我不感兴趣。兄弟，侯老板可是一片美意，只要你跟着侯老板，以后绝对飞黄腾达。吴迪已经被双规了，你何必要执迷不悟？我已经决定了，打算辞职。他从怀里掏出来一个信封，你这是何意？老弟，打开天窗说亮话。昨天晚上你跟周锦瑜是不是有点什么故事发生？如果有，把你的脸打上马赛克录像给我。这是2万块定金，后面还有18万。我靠，竟然是为了这个！我跟周书记什么事情都没有。谢军，你告诉侯伟明，我乔洪波即便是去大街上要饭，也不会端他侯伟明的碗。晚上正在看无敌 U 盘里面的东西，宋雅洁打电话让我带周锦瑜的狗去看病。吃饭时碰到他们兄弟，我一直找了李德街，才把他们闪现。等回去时我傻眼了，发现车子被砸坏，连那只狗也死了。我操特么的方锋，你他妈的打不过我，弄死我的狗干嘛？你特么的！我从宠物店买了只狗回去，和宋雅洁说了这事。她看到狗后大怒，这狗不行啊！你买的这是条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乔洪波，周书记把狗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你惹大祸了。一条狗而已，至于这样吗？怎么狗死了还让我偿命不成？你们想抓杀狗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是谁。冤有头债有主，别冲我来劲儿。那狗是周书记的老公，留给他唯一的东西。她老公去年去世了，狗死了，她真的会发怒的。我顿时愣住了。那咋办呀？算了，我试试看，如果搞不定，你就自求多福吧。我回到家把方晴叫了过来。乔主任，我弟弟怎么了？你弟弟把周书记的狗给弄死了，这事儿咋办？芳芳认识周书记吗？我耐着性子把昨晚上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打我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周书记的狗该怎么办？你必须给我个说法。乔洪波之所以把自己喊来谈这事儿，大概率还没把这事儿告诉周书记呢。不就是一条狗吗？什么叫不就是一条狗？那可是你要干嘛？小乔弟弟，姐姐向你道歉，好不好？说着他一屁坐在了我旁边。方台长，这件事儿很重要。周书记的爱人去世了，那条狗是周书记的爱人留给他的。我因为这事儿已经自责了一整天。我靠，这可该怎么办？弟弟多少钱能摆平？多少钱也摆不平。周书记是差钱的人吗？瞬间方晴像是霜打了的茄子，立刻蔫了下去。晴姐，我希望您以后能够检点一些。无敌还不是个教训吗？你我难道还要重蹈他的覆辙？方晴顿时吓得打了个哆嗦。在咱们这条船上已经出了内鬼，如果他要想害你，估计没人能救得了你。所以咱们必须拧成一股绳。内鬼是谁？内鬼是谁？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过咱们得通力合作，可以吗？我答应你，可我的身份好像不够格。不，我们要团结一切力量。可是芳芳呢？周书记的狗怎么办？告诉芳芳，以后别再找我的麻烦，这事儿我帮他扛了。谢谢你了，老弟，改天姐姐请你吃饭。方晴扭着腰肢离开了，我去给书记办事，没想到碰到前女友，并被他们羞辱。哟，乔主任刚离了婚，就掉了个美女啊！宋雅洁瞥了那人一眼，并没有说话。妹子，乔主任已经不是当年的乔主任了，他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这2天乔主任可是名人呢，风头都盖过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呢。你究竟啥人缘啊？还以为是老朋友相聚，没有想到你竟然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他这辈子就是倒霉的命，谁跟他在一起，谁就会倒霉透顶的。小妹妹，你可别被他迷惑了双眼哦。本来不想跟他们掰扯，没想到一个个都心怀叵测。谢老板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听说你很能喝，连干5杯，我就给你这个单独聊天的机会。我从裤兜里掏出那张银行卡，放在了桌子上。周书记让我把这张银行卡推给你，并且告诉你别给他来这一套。话已经说了，事儿已经办了，这酒嘛，你们自己喝吧。他对着宋雅洁使了个眼色，起身便要走。乔洪波，你给我站住！我让你把酒喝了。我转过身，冷冷说道：“我如果不喝呢？”乔洪波，你别给脸不要脸，无敌已经倒台了，你最好识相点，得罪谢老板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使你妈的蛋！白美静，你个千人骑万人跨的碧池，你没资格跟我说话。白美静顿时气得脸色煞白。我看你今天想找死！一个人从面前给了我一巴掌。我靠！找茬在前，竟然还敢动手打人！我他妈来了！撞在吴斌的裤裆上，将他打飞出去。个人也全都扑了上来，我直接将他们给飞起来。小子有本事你别走！老子今儿个不走，有招你尽管使。谢鹏掏出电话，很快拨通了一个人的号码。你马上带人来，我在富豪酒店。乔洪波，今天我如果不打断你的一条腿，老子跟你姓。乔主任，咱们走吧。我今天走不了了，他们都是侯县长的人，给周书记送礼也是下的套。小宋，如果今天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们会以为周书记是个女人好欺负呢。这个王八蛋竟然敢给姐姐我下套，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立刻向乔主任道歉，这事儿就算了，否则你们今天喊谁来也没用。闻听此言，谢鹏哈哈大笑。小妞，我如果今天搞定了他，今儿晚上你陪我睡一觉，怎么样？顿时瞪大了吃惊的嘴巴。如果你搞不定他又该怎么办？你说咋办？你从我裤裆里爬过去。好，你有种。正在这个时候，房门忽然被推开了，方峰领着7、8个兄弟来到谢鹏的面前。谢哥，哪个王八蛋找你的麻烦呀？没等谢鹏说话，白美静就指着我：“乔洪波这个王八蛋跑这里来惹事的。”哎呀，乔哥，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乔哥好几天不见，您挺好啊。方峰下午被姐姐狠狠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如果不想死得太难看，这2天找个机会好好的跟乔洪波赔礼道歉。方峰是个小混混，在清源县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姐姐方晴。方峰啊，我跟谢鹏翻脸，你究竟站在哪一头？老姐说别惹乔洪波，但也没有说帮他。再说因为乔洪波而得罪谢鹏，这买卖也不划算。一个是我的好大哥，另一个也是我的好大哥，这事我谁都不能帮啊。方峰，老子跟你可是磕过头的兄弟，这点事儿你不管。方峰，我跟你说过，我跟你姐的关系，那特么是真的。这么算的话，我是你姐夫，你到底站哪一边，你自己应该清楚。方峰倒吸一口凉气，一脸不可置信。你们特么爱咋地咋地吧，老子不管了，哥几个走了。随后他带着他的兄弟往风里去。谢鹏，你是不是输了？老谢，乔洪波打了咱们的人，不如报警吧。谢鹏立刻拿起电话，快速按了几个号码。向周书记汇报吗？然而宋雅洁却装作没有听到。如果咱们输了，我是啥损失都没有，你可是要陪他睡觉的。你无动于衷，该不会真的想陪他睡一觉吧？滚！谢鹏的报警电话打出去了20分钟，依旧不见警察来。你还能不能行啊？这都等了多长时间了？如果搞不定乔洪波，你赶紧钻裤裆，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着。谢鹏也纳闷得很，他又掏出了电话。燕队长，有人打架，我报警大半个小时呢，都没有见到警察，这事儿你管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谢鹏报了自己的位置。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他陪我一晚上，这事儿就算了。如果燕队长来了之后，乔洪波你的饭碗可就砸了。别这些屁话，赶紧催一催你的燕队长，我都等不及了。过了10分钟左右，燕明带着2个警察匆匆地走了进来。谢老板，啥事儿？我们几个在喝酒，乔洪波冲进来把我的朋友打了。乔主任，打架的事是不是真的？他们先动的手。别管谁先动的手，总之你打人了，燕队长把他抓起来。他弟弟是侯伟明的人，自己得罪不起，而乔洪波不过是一个失了势的秘书，不如抓起来先审问一下再说，也算是给谢鹏一个面子。乔主任，既然如此，那就跟我走一趟吧。你这个刑警队长办案子从来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吗？他们先动手打了乔主任，乔主任出于自保将他们全都打倒了，你不抓挑事的人，反而抓正当防卫的人，你究竟有没有学过法律？谁说我不抓了？凡是打架的我全都抓，小毛孩子不要乱泼脏水。谁都抓可以，但是不能抓他。我擦，这小丫头片子好大的口气啊！我今天连你都抓。他的话刚一出口，电话就响了起来。喂，戴局长，街上有人打架斗殴，我来处理一下。你是不是在处理宋小姐的案子？宋小姐，你姓宋，
燕队长，我姓白，我叫白美静。燕京没有理他，而是立刻转过头看向了宋雅洁。我姓宋。对，这里有个姓宋的小丫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燕京把刚刚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你胡说八道，是他们先动的手，并且围殴乔洪波一个人。你们公安局颠倒黑白，不能做到秉公执法。我就想问问，你们究竟是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今儿晚上不给我个说法，你们就等着吧。让宋小姐接电话。燕京一愣，把电话递给了宋雅洁。戴局长，该抓的抓，该办的办，别给自己找不自在。说完，他把手机塞给了燕京。然而还没说话，就被戴志刚一顿破口大骂。狗日的燕京，把闹事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让乔洪波当场做个笔录就算了。今晚上我要亲自审问他们几个。燕京立刻答应并挂了电话。你们几个自己去公安局，别等着我动手。乔主任，麻烦您做个笔录，这是规矩，别为难我。做笔录可以，姓谢的你是不是打赌输了？乔主任，大家都是朋友，刚刚不过是开了个玩笑。谁特么跟你开玩笑了？钻！我如果不钻呢？燕队长他侮辱我。你们之间这点破事，不过是彼此斗气罢了，我何必参与呢？乔主任，不如这样，今天天色已经晚了，明天上午去公安局做笔录吧。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你们几个抓紧跟我去局里。说完，他扬长而去。其他几个人乔洪波，你别太过分，他弟弟是谢军。我冷不丁的我操一个嘴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谢鹏，今儿个你钻还是不钻？我特么不钻，有本事你弄死我！钻不钻无所谓，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你钻与不钻，结果都是一样的。反正你输了，好多人都知道的。别人明天会怎么说，我可管不了别人的嘴。老子走了，白美静，你个碧池！乔洪波，你混蛋！谢哥，我可以给你作证，你没有钻乔洪波的裤裆。谢鹏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嘴巴。你给老子闭嘴！姑奶奶，求求你，能不能在我前妻面前给我点面子？行，本小姐给你面子。我美吗？美，不光美，还挺香的。我问的是这事儿办得美不美，爽不爽？你说啥呢？哦，美爽。今儿多谢你帮了我的忙，以后有事儿尽管开口。我乔洪波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乔洪波从来说一不二。那好，我只有一个要求，周书记的狗死了，你自己把这事的责任全都承担起来就行。只要你不连累我，从今以后有人再欺负你，尽管跟姐姐说，我帮你摆平。我靠，这个丫头简直太坏了！我刚刚也没看到你打电话，为什么公安局长那么怕你啊？我爸是公安厅的厅长，周书记他爸是省委，你不会到处乱说吧？不会，没想到自己竟然睡了一个大领导的女儿。前妻把我家砸了，被我抱走抓了，没想到岳父一家来指责我。你们两口子吵架也用不着惊动警察吧？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嘛？搞成这个样子多丢人！他已经跟我离婚了。他出轨被我发现，然后今天早上又把家给我砸了。美芳姐，里里外外我都是受害者，这事儿咱们玩不了。洪波，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便是美静做的有什么不对，你也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吧？你把他送进拘留所，他的公职就丢了，这辈子就完了。乔洪波，你这么欺负一个女人，你还算个男人吗？爸妈，你们别说了。白美芳来到我面前。洪波，美静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你的损失我来赔偿，你开个价吧。走吧，跟我上楼去看看你们女儿的杰作。当看到整个房子都破破烂烂时，所有人都愣住了。然而前丈母娘却恬不知耻地指责我：一定是你太过分，欺负她太厉害，搞得老实人发火，才砸的你的狗窝。他出轨跟我提的离婚，然后把我的家砸成这样，你们竟然还指责我？你们是来道歉的，还是来耍无赖的？无敌已经倒台，乔洪波，你已经完蛋了。我们家美芳想要整你，那是易如反掌。你最好给我想清楚点，早点让警察局放人，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对你的忠告。妈，你别说了，洪波，我向你道歉，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我家这个样子怎么住人呢？我帮你重新装修，一定比之前装修的更好，包你满意。先装修好再说吧。一直没有说话的白美玲说话了。乔洪波，我姐现在的男人你不知道是谁吧？谁呀？县里的一个大人物，副县长级别的，你最好放聪明点，别自讨苦吃。我靠，他们也太狂妄了，那你就试试看。洪波，我帮你装修好，再赔偿您10万，你看行不行？行吧，不过我有几个条件，你们必须答应。你说。第一，我也不要你装修的太华丽，按照之前的装修风格完全给我还原就行。没问题。第二，从今以后我跟你们白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告诉白美静少来招惹我，如果有下次，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白美芳点了点头。第三，
我家里还有不少可以用的东西。为了防止被施工的工人们给我顺走或者搞坏了，你们姐妹2个必须有人帮我盯着施工，不过分吧？我来盯着。白美芳他妈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你不行，你比小偷的手脚还不干净。我都答应你。你们走吧。那什么时候放人？明天吧，让他在拘留所多待会儿，吃点苦头也长长记性。就这样，白家人才心甘情愿地走。我刚出门去刺人，就拿着刀追着我，没想到意外走到了方主任。乔主任，你怎么来了？你老公在不在？他在外地做生意啊。在你家做客，你不反感吗？前几天自己上门，这家伙装得跟个正经人一样，现在又追到自己家里来，该不会反悔了吧？当然可以了。小乔，听说周景瑜一直在欺负你，是不是呀？你听说了？我都这么惨了，你会不会瞧不起我？瞧不起你？怎么可能呀？堂堂县委书记相中的男人，我8届讨好都来不及呢，怎么可能瞧不起？我靠，他该不会听到了什么风声吧？方晴姐，你可别瞎说。我瞎说吗？男人我了解，女人我更了解。一个女人对男人有意思，通常有2种表现，一种就像小迷妹一样，你让她干啥她就干啥，你说什么她都听，就像我一样。如果不是我手里有你的把柄，你会听我的吗？还有一种女人，她越是喜欢你，就越是折腾你，把你折腾个半死，把你踩在脚底下，狠狠地羞辱你，让你一丁点的尊严都没有。再然后，只要你反抗，将她彻底掀翻，你欺负她，羞辱她，然后她就会像条小狗一样，乖乖的任你处置。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搞定她的。你说的是真的？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咱俩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你好了，我才能好吗？周景瑜的老公去世了，如果自己能抓住机会跟他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以他的身份背景，自己岂不是一步登天了？想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指点。领悟能力不错，不愧是书记的秘书。随后他去了洗手间洗澡，过了会门被打开，方峰走了进来。方峰，你来了。乔哥你也在啊？听见厕所的声音，他脸色一变。我靠，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呀。小峰来了，你俩站着干嘛呀？坐下聊。你跟我姐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满脸的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没事，我不在乎。我那个姐夫也在外面有人了，1年也回不来1-2次。不光有人，还在外面有个家有个儿子。我姐也知道他们的婚姻，说不准啥时候就到头了。听说你离婚了？对。小峰，你跟你哥多学学，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让我操心。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小区的门口站着几个人？没有。难道那几个家伙找不到我已经走了吗？怎么了？我把被追杀的事情缓缓讲述了一遍。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找我乔哥的麻烦？是不是谢鹏这个混蛋呀？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要不我出去看看？你出去看看楼下有没有一辆黑色的大众小轿车，车牌的尾号是个4。方峰走过了一会电话响了。乔哥，确实有几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你得罪的人好牛逼呀！他们的身上有枪，不过已经解决了。我靠，这是咋回事？怎么了？你勾搭过别人的老婆？没有。你欠别人很多钱？我谁的钱都不欠。是不是跟吴迪有关系？或者说吴迪干过什么坏事？你是知情者之一。我知道了，半个月前吴迪带我去了一趟市里，那晚他喝醉了，说这副市长的位置稳了，还能带个常务，因为抓住了副市长陈鸿飞的小辫子，他儿子参与了一起谋杀案。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愁眉苦脸是没有用的。当别人想要搞你的时候，通常有2个办法：第一，你用尽一切办法干掉对方；第二，你成为他的人。洪波，你能不能放过我？如果你想要钱的话，尽管开价，我一定会想办法满足你的要求。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不要钱，我要的是你这个人。晴姐，你放心，在摆平这件事情之前，我不会再跟你见面，免得给你惹麻烦。既然你要我的人，那我给你就是了。我要你成为我的大姐，我今天和你结拜为异性姐弟。方喜一愣，脸上闪过一抹震惊之色。这种关系好像并不牢固吧？躺在床上的夫妻还会同床异梦呢。只要咱们有共同的目标，就不惧一切风雨。晴姐，有你的帮助，我一定能搞定周景瑜的。周景瑜好像斗不过侯伟明吧？不，你放心，周景瑜一定能赢。有你在，应该不会输。说完，我们俩一起去了卧室。书记要请市领导吃饭，没想到居然是昨天找人暗杀我的陈鸿飞。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陈书记您好，我叫乔洪波。哦，对，乔洪波，洪波很不错啊。以前的时候，吴迪就非常看好你，年轻人不简单。身为秘书，工作上的事情我尽量为领导服务好，生活上照顾好。除此之外，我一般跟领导是保持距离的，不会过多打扰领导。能得到陈书记的表扬，我很惶恐，也很开心。请陈书记放心，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向周书记学习，向陈书记学习，紧跟领导们的步伐。陈鸿飞闻听此言，顿时哈哈大笑。这个小伙子嘴巴刁钻得很呢，我只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了一大堆。吴迪看中了小乔的能力，难道周书记也看中了小乔的能力啊？洪波工作能力很强，对工作认真，对事业忠诚，难能可贵。周锦瑜搞什么鬼？刚来几天就这么信任乔洪波这小子？你之前跟着吴迪，现在跟着周书记，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市委历练一番，对你可是很有好处的。只要他到了市委办，就算是瓮中捉鳖了。谢谢领导提携，我一定会尽职尽责，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如果能跟着陈书记学习历练，将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你是个聪明人。吃完饭有点头晕，周锦瑜两人把我放到酒店休息。姐，我爸打电话来让我回家一趟，那他怎么办？拜托您留下来照顾一下吧。那你去吧。姐，这些东西是给你的。什么情况？你的小秘书给你买的东西。咱们姐妹两个哪里用得着这样？不是我，他给你买的。周锦瑜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给我买什么东西啊？我不要。姐，人家就想当个人，您就给他一个机会行不行？弄死了自己的狗不说，那天晚上还把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想当人做梦去吧？不可能，除非我的狗能死而复生。宋雅洁知道一时半会儿劝不了他，于是转身离开了。水，我想喝水。周锦瑜拿着矿泉水给我喂了那些。时间1分1秒的过去，转眼便到了傍晚。醒来后，我走到客厅，看到周锦瑜坐在沙发上发呆。您这次来市里是为了西郊工业区的事情，对吗？对，我已经把利害关系讲得很透彻了。你说为什么陈鸿飞会支持侯伟明的决定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周书记，您觉得吴迪是个好官吗？我对吴迪不了解，不好做评价。他是个好官，当然，除了私生活有些混乱之外，他在位的10年时间里，无论是用人还是出台的政策，绝对都是为百姓着想的。侯伟明勾结黑恶势力贪污受贿，跟市委书记陈鸿飞沆瀣一气。我实话告诉您，即便是吴迪已经被双规了，我依旧受到了生命威胁。为什么？就是因为吴迪处碰到了他们的利益，就是因为我知道一点蛛丝马迹的内情。周书记，您是一位女土，想必也仅仅是来镀金的。我感谢您对我能力的认可，但是我留下来对您没有好处，所以我想辞职。因为我的存在如果让您也遭受威胁，我良心不安。所以周书记，请您慎重考虑一下。你是因为怕了，所以才辞职的，对吗？我不是怕，我是感觉看不到希望。吴迪真正被双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陈鸿飞的儿子陈小雨参与了一起谋杀案。吴迪卸任清源县委书记在即，他跟陈鸿飞有过一次谈话，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不排除陈鸿飞打击报复的因素。侯伟明在背地里推波助澜的可能。周书记，您一定要擦亮双眼。他们竟然能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来，真令人气愤。如果让乔洪波离开了公职队伍，那公平何在，正义何在？我不允许你离职。你不怕吗？怕不怕的姑且不论，你把我的狗弄死了，我还没有折腾够你呢。说完，周锦瑜站起身，走，跟我去吃饭。您现在不是领导，干嘛要穿制服呀？就您这炸街的颜值和身段，不展示一下太浪费了。周锦瑜眉头一皱，工作上您是我的领导，私下里咱们是朋友吗？听我建议，准没有错。谁跟你是朋友？你就是我的一条狗，这是你自己说的。汪汪！周锦瑜一愣，下贱！我既然是条狗，那能不能往主人的怀里扑？滚蛋！你的意思是，西郊工业园那片地，陈鸿飞也想插一脚？也不一定，他亲自参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能从中捞到不少的油水。跟我的想法一样，看来你的上策是行不通了。我如果能找到侯伟明的把柄，你想不想把他搞掉，铲除了这颗毒瘤，才能一劳永逸啊？周书记，你的手段是不是太下作了？下作吗？周书记，您刚到清源的第一天晚上，如果不是我救了您，只怕现在您被侵犯的视频资料已经存储在了侯伟明的电脑里。只要你忤逆他的意思，他就会拿视频来威胁您。我想辞职，就是因为您太软了。太软了？怎么可能？你知道那天晚上想要欺负我的服务员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省城太平区拘留所，只可惜没有审问出有效的信息。我不是太软，而是因为我没有充足的证据而已。从今以后，我乔洪波肝脑涂地，为您鞠躬尽瘁。且你就是条小白狗。这时，一个光头来到周锦瑜身后，妹子陪哥哥喝杯酒怎么样？哥给你3000。把你的臭手拿开！哎呦呦，还是一颗小辣椒。他猛地站起身来，扬手给了他一个嘴巴。我操，你特么还敢打我！我把碗往他头上一扣，拉着周锦瑜跑了。
刚刚我被揩油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制止那个混蛋？你又没让我保护你，我以为你想来一个意外的邂逅呢。但是他打你，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我是不是很善解人意？你很欠揍。随后，周瑾瑜给宋雅洁打了个电话。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姐，我爸骗我，他让我回家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商量。结果我回来之后才知道，他竟然是让我回家相亲。两家人刚刚吃过饭，我正往回走呢。您稍等一会儿，我马上。没等他说完，周瑾瑜就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宋雅洁这丫头太不靠谱了，真搞不懂父亲为啥要她下来，一点忙帮不上，还是个拖油瓶。你说你能抓住侯伟明的把柄对吗？我点了点头。他有什么把柄？侯伟明之前在瑶山县任职，每周五他离开清源之后，并不是立刻回家，而是直奔瑶山县。我觉得侯伟明在瑶山一定有无法割舍的东西。那等你调查一下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时房门被敲响，宋雅洁跑了进来。我真没有想到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姐，您别生气哦，千万不要生气。我发现这家酒店的环境挺不错的。是吧？我也觉得挺好。下次咱们还住这里。别说了，乔洪波，你先下车。周书记，不要这样吧，我也没说啥呀。下车。我无奈地下了车。混账东西，嘴贱是吧？老娘明天折腾死你！他家被前妻砸了个稀巴烂，不住酒店没地儿去。姐，你为啥生气啊？周瑾瑜一愣，这乔洪波也真够悲催的，被前妻欺负成这样。今天他帮我打架，明天我帮他出气。领导老婆约我酒店见面，没想到是因为那个黑料笔记本。前几天我见了老吴，他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问你有没有见过。您转告吴书记，东西在我的手里，请他放心。究竟是什么东西？洪波，您一定要告诉阿姨。阿姨，这东西我不能给您，这是清源县的一些秘密。老吴这么多年一直都说亏欠你的，虽然他被抓了，但是我还有一些能量，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谢谢您，我现在挺好的，什么都不需要。吴迪都已经被抓了，蒋岩一个女人能翻起多大的浪花？你想不想调任到江南市工作？我在江南市还有些人脉的，给你安排一个正科的职位应该不难。我可以把你和你爱人一起调到江南。不必了，我已经离婚了，我在清源挺好的，也请您转告吴书记，不管别人给我什么条件诱惑，我乔洪波绝对不会背叛他。有了日记和 U 盘，在清源自己想搞谁就搞谁。闻听此言，蒋岩感动得热泪盈眶。阿姨，谢谢你。随后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洪波，这是阿姨给你的。阿姨，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不能要。洪波，你听我说，吴迪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了，拿着这些钱，你好歹给自己买个前程，我们也安心。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收下了。蒋岩脸上的表情一松。洪波，阿姨想知道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阿姨，我已经说过了，这份资料是关于清源县的一些秘密，所以您还是别知道了。忽然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洪波，阿姨求你了。阿姨，您别这样，我受不起。你不给我看，我就不起来。吴书记说这东西交给你保管了吗？蒋岩摇了摇头。就是吗？他都没说让你看，我怎么能给你看？我就是想知道究竟什么东西能将公正廉洁1块钱都没有贪污过的一个好官会被双规。你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不让我看，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操！这娘们脾气怎么如此执拗呢？怪不得之前吴迪不怎么爱回家，这样的女人真的能把人逼疯。我给你看可以，但是你不能复制，也不能损坏，并且一切后果都与我无关。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请给我看，一定对我坦诚。我点了点头。你看了后会后悔的。我将日记本递给了他。蒋岩看了一会儿，脸色就变得铁青愤怒，变得相当难看。蒋阿姨，您别太激动，我仔细看过上面的内容，都是别人主动勾引的他。您没等我说完，愤怒的蒋岩将日记本撕成了2半，我赶紧抢了回来。你特么够了！吴迪被抓了，最倒霉的人是我。我前几天还差点被人弄死，如果把这东西给了你，我只剩下死路一条。你如果再无理取闹的话，别怪我不客气。说完，我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回家后发现白美芳带了几个工人在干活，于是我请她去吃饭。洪波，人和人之间一旦缘分尽了，就不要再纠结了。美静她糊涂，你对她那么好，有她后悔的时候。姐姐也希望你能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大姐，人家白美静现在跟着的是一个副县级干部呢，前途一片光明，怎么可能后悔？什么荣华富贵，什么权力金钱的，都是过眼云烟。
找一个真正对你好的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就是最大的幸福。陈国平对你挺好的吧？白美芳一愣，尴尬的笑了笑。对，他挺好的。看来白美芳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幸福。她欺负你了吗？白美芳摇了摇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在世哪有不受委屈的？陈国平人挺好的，并且家庭条件也不错，凡事往长远了看。不好意思，咱们吃饭吧。回到酒店后，发现蒋岩竟然想跳楼，我立刻冲上了楼顶。别过来！阿姨，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咱也犯不着这样。他话还没说完，蒋岩便打断了。乔洪波，你知道吗？我把自己跟无敌的感情看得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你能想象到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日夜期盼着他回家，结果却被背叛的滋味吗？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你理解？你理解什么？但有些事情或许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什么样？你说说我听听。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为无敌开脱的。我靠，老子好言相劝，希望你不要想不开。你对我干嘛？其实无敌所做的一切，在没有拿到日记本之前，我一概不知。蒋阿姨，其实吴书记是个好官。好官？无敌就是个好官。自从他来到清源县之后，全县的经济翻了一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还睡了好多女人吗？您可以跟他离婚啊。如果您觉得这种背叛狠狠地伤害到了你，跟他结束婚姻关系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为什么要做这么愚蠢的决定呢？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无敌帮的忙。在吴家，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遭受吴家其他人的白眼，是他一直为我辩解，将我拉到他的身后保护我，结果他背叛了我，之前的情谊之后的背叛，你说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还有一样东西想要给你看，看了这种东西之后，你就明白无敌都是迫不得已的。随后我趁他不注意，将他拉下来带到了酒店房间，然后他将那个纸包拿出来。这是30万，这些还不够吗？您能不能别闹了？我不是无敌，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也不全都是见了女人就会发情的公狗。我还是那句话，请您自重。这番话宛如狠狠在他脸上打了几巴掌一般。蒋岩终于绷不住，崩溃的啼哭起来。然而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走到房门前打开了门，原来是陈国平。我靠，怎么是他？小乔，看不出来你还是挺猛的，离了婚这么快就又找到了新女朋友，速度够快的吗？是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好的吧？陈哥，你也出来觅食儿呢？陈国平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好兄弟，你小点声，我还以为隔壁杀人呢。你的妞也挺年轻呀。好兄弟，帮我保密，求你了。放心吧。关上了门，走到蒋欣面前，掏出手机打给了景甜的女儿。乔哥哥，有事呀？我跟蒋阿姨在一起呢，她想跟你说说话。你跟我妈在一起吗？我们在商量你爸的事儿。敏敏，我跟你小乔哥在一起呢，你爸他睡了。你爸被双规了。你干嘛？敏敏已经20岁了，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为什么不让他知道？随后我对吴敏敏说了无敌在清源的政绩，让他不要担心。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孤儿。我无比震惊地看着他。我读初3的时候认识的无敌，读大学的时候无敌已经上了班，是他供我读的书。其实我从高3的时候就跟他睡过了。然后他继续说着跟无敌的前尘往事，不知不觉我睡着了。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了，蒋欣也不在了。于是我回了县委，程方宇找我办事，后面才知道这是个针对书记的大阴谋。喂，程主任，乔洪波，你还有没有纪律了？上班时间不见人说不来就不来，啥意思？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呀？我跟周书记请了假的。你少拿周书记来压我！我警告你，乔洪波，10分钟之内，如果我见不到你，别怪我不客气。随后程方宇挂了电话。你个傻叉，吃了枪药吧？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县委。程主任，你究竟有啥事儿呀？小乔，不是我说你，无敌已经下台了，你已经不是书记秘书了，动不动就迟到早退，你知道自己这是什么行为吗？把这份文件给周书记送过去，送完之后再回来。我有点懵了，但还是把文件给周景瑜送过去。我今天晚上回省城，你可以早点下班，万事小心安全为主。我明白，因为今儿晚上我要跟着侯伟林，想办法抓住他的把柄。只要能搞定戴志刚，自己就能在清源县待下去了。真不知道遇到他究竟是福是祸。小乔，我让你给周书记送文件，
其实是为了让你在周书记面前加深一下印象。你应该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呢。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吴迪将你从一个小科员提拔到正科的位置上，你不照样背叛了他？谢谢成哥。周书记今儿晚上回省城，你去把他的车检查一下，加满了油。小宋没什么当秘书的经验，这事儿你得想在前面。成哥说的对，我这就去办。他起身出了门，前脚刚走，程方宇拨通的电话。按照计划行事，小王八蛋跟老子耍花枪，哼，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上无抽屉。车子开去检查完后，电话响。喂，蒋阿姨。对不起，洪波，这2天我打扰了你，但是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在我离开酒店的时候，有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一直跟到了高速路口。我下了一个机灵。我靠，难道自己完全被监视起来了吗？我知道了，你自己注意安全，我先挂了。难道追杀自己的人是陈小雨派来的？得找陈鸿飞的秘书朱浩帮忙引荐一下。老弟，有事儿。朱哥明天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见个面，喝一杯。咱兄弟2个别客气，有事直说。真没事儿，就是想您了。明天如果老板没事，咱们就见一面，到时候再联系。好的，朱哥。挂断电话，正准备去瑶山，周锦瑜又打电话让我和他去下乡调研，于是我把他接上船去了。今儿晚上有暴雨，我担心平武水库有危险，咱们过去看看。周书记，水库的事儿你给平武的杨书记打个电话就可以，干嘛亲自去一趟？刚接到市气象局的电话，今儿晚上有4个小时的暴雨，平武水库一旦溃堤，影响的是将近10万百姓。我即便工作经验不足，但也应该在第一线指挥，与百姓同舟共济。汽车在山区开了半个小时，天上的雨噼里啪啦地落下。周书记，从这里距离平武还有20公里，咱们万一遇到山体滑坡，废什么话，你加速啊，把车速提到80。要你把车停下，我来开。我哪里敢让他开车，于是脚下的油门加重了几分，开着开着前有一个急转弯，另一侧是然后刹车坏了。周书记，刹车坏了？怎么可能？这辆车昨天上午还用呢。你抓紧了。我控制车朝树上，随后整辆车失控的甩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了山上。我瞥了一眼旁边的周锦瑜，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乔洪波，乔洪波，你醒醒啊！天空大声呜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洪波，你醒了，你感觉怎么样？伤到了什么地方没有？头好痛。仅仅只有头痛吗？其他地方痛不痛？看着那张靓丽的脸庞，坏心思忽然涌了上来。周书记，我怕是不行了，我的身体哪都动不了，并且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周锦瑜吓了一跳。你别吓唬我！我要死了，我的胳膊和腿好像都断了。等大雨稍稍停一点，我就打电话给救护车。你再坚持坚持。我怕坚持不住了。周书记，我有一件心事想请您原谅。原谅？我什么都原谅你，只要你不死，我什么都原谅你。你的狗不就是一条狗吗？我早就不想要了。我还看过你洗澡。周锦瑜一愣，俏脸微红。都是酒店设计的不合理，跟你没关系。那天晚上我把你带到怡情小筑，我还把你弄上床。你提那事干嘛？你还是不肯原谅我。说着我闭上了眼睛。自己平日里折腾的他够狠，可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依旧选择舍命相救。既然如此，面对一个将死之人，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原谅你了。真的吗？真的，你不要想那么多。等雨稍稍停一些，我就打电话给救护车。冷，我有点冷。反正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自己还有啥害羞的？那咋办呀？抱。周锦瑜一怔，我靠，他究竟几个意思？临死之前还打算占自己便宜吗？是不是只有把照片挂在墙上，才不会对女人产生想法？周锦瑜搂住了我的头，放到大腿上。这样好些了吗？好多了。小乔，我有件事情一直想要问你，程方宇这个人是不是很阴险？吴迪的倒台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对，这个混蛋曾经是吴迪最信任的人。吴迪当初说过我是他的左膀，程方宇是他的右臂，只是没有想得到。讲到这里我闭上了嘴巴。我靠，一定是程方宇这个混蛋弄坏了汽车的刹车系统，再往自己的身上泼脏水，让自己背锅，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你想什么呢？我没想什么。然后又将刚刚翘起的脑袋又贴在了他的身上。乔洪波，你不是说你的左胳膊断了吗？我靠，惨了，这下真的惨了。开领导的油，吃领导的豆腐，这尼玛以后还能有好？我这也觉得奇怪，怎么就突然好了呢？
可能是周书记的魅力太大了，所以我的左胳膊很快就好了。周瑾气的脸色铁青。乔洪波，我但愿你今天晚上能死掉，如果不死，回去之后我就亲手为你送行。突然一颗石头落在了后安排座上。怎么回事？周书记山体要滑坡了，咱们赶紧逃命！跳出车后，我拉着周瑾瑜往旁边走了几步，停下后他给了我一耳光。你干嘛打我？你敢骗我？姑奶奶，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咱们还是抓紧逃命吧。我再次拉起他的手往前跑去，程方宇在书记车子上做了手脚，导致刹车失灵出车祸。周书记，你有没有想过这次的事故其实不是意外？我想听听你的分析。这辆车我今天碰过，程方宇告诉我你今天晚上要回省城，让我给车加满了油。周瑾瑜的心里咯噔一下。你的意思是程方宇干的吗？可是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让侯伟明上位，他早就投靠了侯伟明。如果今天晚上你真的回了省城，然后出了事，他就能嫁祸于我。周书记，我虽然多有冒犯，但是咱们却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调查个清楚。如果让他调查的话，估计又是个无头案。如果你信得过我，交给我怎么样？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周书记，听说那条狗是你丈夫留给你的，用不着你管。我早就习惯了他这种态度。我只是好奇，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你？这么有能力又有颜值，端庄贤淑，温文尔雅，爆炒辣椒一般的脾气呢？周瑾瑜翻了个白眼。比你好10000倍的一个男人。说完，他不由得脸色一红。干嘛拿自己的丈夫跟这个混蛋比呀？渐渐的，外面的雨停了。咱们去平武镇、平武湖，如果溃堤的话，整个清源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担待不起。两个人走了大概3个多小时，来到平武镇镇政府。然而整个镇政府却没人值班，但是在2楼的一个房间门口听到一阵喘息声。将门打开后，发现里面的床上有2个人。你谁呀？不好意思，打扰了，穿衣服下来说话吧。然后我转身走出去。我怎么刚刚听到好像是个女人的声音？您听错了吧？怎么可能？莫非我出现幻听了吗？你俩谁呀？副书记吴志明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你不认识他，还不认识我吗？乔主任，您怎么来了？他不会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吧？我靠，被县委书记捉奸，这特么怎么办？你是平武镇副书记吴志明对吧？平武镇现在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吗？这个我也不太掌握情况，应该还有吧。人呢？堂堂一个镇政府竟然放了空营，这传出去不怕被人笑死？你身为副书记竟然不掌握情况，真是可笑。给你3分钟时间，让全镇的值班人员马上来到我的面前。说完，他转身下了楼。乔主任，啥情况呀？吴书记，你们平武镇什么情况不应该问我吧？周书记下来调研，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吴志明直接跪下。乔主任，给我条活路，求您了。你的事呢，我能理解，不过你倒霉呀。乔主任有什么想法吗？如果有的话，改天我请你们2个吃饭，然后你们再深入交流交流。我操，这吴志明也太不是人了吧！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也别这么客气，君子不夺人之爱吗？这样，你先按照周书记的要求办，回头我帮你说2句好话，至于有没有效果，那就不好说了。随后2人下楼走进党政办。你俩什么关系？同事？情侣？到底是同事还是情侣？难道是情人吗？顿时空气凝固了。周书记，咱们别在这事儿上纠结，查看胡库要紧。周瑾瑜点了点头。今儿晚上值班的只有你们2个吗？今天晚上值班的一共有7个，其他几个人都回家了。给杨铁刚打电话，让他跟平武镇所有党政班子成员马上给我赶到平武镇。小乔，你打。杨书记，我是乔洪波。周书记在平武镇呢，让平武镇的全体班子成员马上赶到平武镇。给电话那头的杨铁刚吓了一跳。兄弟，周书记为什么去平武呀？今儿晚上连降4个小时的暴雨，周书记担心平湖水坝溃堤，从下午5点钟就往这边赶，遭遇到山体滑坡，差点连命都丢了。杨书记，你还是抓紧过来吧。说完，我挂断了电话。此时旁听的吴志明立刻来了精神。周书记，平武湖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因为我一直主抓水利方面的工作。以我对平武水库的了解，4个小时的暴雨虽然已经过了警戒线，但是不足以对大坝造成威胁，并且我已经跟水库那边联系过。另外，下暴雨之前，我也亲自去实地考察了一番，一切尽在掌握。周瑾瑜的脸色这才缓和了许多。看来他这个副书记并不仅仅是只知道泡妞的水货，既然过了警戒线，有什么举措没有？吴志明把过了水位警戒线之后的一些具体措施跟周瑾瑜讲解了一下。周书记，您放心，平武水库绝对没事。如果不放心，我可以带着您过去看看。开你的车。3个人
此时的水位已经近乎于地面。于是您看到如此高的水位，小心脏不由得一阵砰砰乱跳。得亏周书记来了，否则自己就成了清源的千古罪人。周书记，水位太高了，要不泄洪吧？平武湖连通附近其他大小10几个坑塘，泄洪的话会缓解压力的。周书记，不如咱们去看。不用看了，立刻打电话。泄洪。吴志明的电话响，他走到了旁边接电话。于此，平武水库的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直逼临界点。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泄洪缓解压力。你让平武镇那边准备一下。陈书记，我在平武水库这边的情况，我正在调查。泄洪封库的情况还不知道怎么样，需不需要再进一步调查？这时吴志明边，刚刚水库的值班员打过电话来，泄洪粪库还有一定的储水量，他们请示要不要泄洪。周景瑜扭头看着一致。陈书记，我同意泄洪。这周景瑜终究是刚刚当领导，还没有经验，看来他还得好好历练一番。行，行。周景瑜皱着眉头听了陈鸿飞足足5分钟的电话。平武水库的水面下降了许多。杨铁刚这个时间应该还来不到平武吧？杨书记住在现场，而路上遇到了泥石流，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来不了了。除了这条路，还有别的地方能去清源吗？需要绕到瑶山县，然后再转弯去市里，再回清源。那咱们就先回平武镇。周书记，我就不回去了，这边泄洪我得盯着点。如果这个时候回了镇政府，那么接下来就该找我的麻烦了。也好，老吴，这辆公车我们得借用一下。没有问题。回到平武镇政府，发现还是没人。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平武镇书记杨国刚。杨书记，周书记已经马上离开平武镇了，你们不用往这边赶了。小乔，周书记没事吧？周书记这次来平武是调查水库的，改天你跟他解释吧。挂断电话，我和周景瑜一起回了清源，只因书记的狗被别人报销，闵书记把我揍了一顿。回家后发现前妻把家里的全砸了。乔洪波，我警告你，这不过是刚刚开始，你得罪了谢家人，就等着找死吧。我顿时哈哈大笑。谢家算什么东西？白美静，我现在十分好奇，你勾搭的野男人究竟是谁呢？谢军还是谢鹏，或者说谢家的男人你都服侍过呀？白美静扬手便想打我，反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耳光。我昨晚上能搞定谢鹏，今天就能搞定你，把我家砸得乱七八糟，你就等着吃官司吧。哼，你放心，谁吃官司还不一定呢。说完，他一摆的离开了。军哥，我已经把乔洪波的家给砸了个稀巴烂，他说要报警呢，您提前想想对策。放心吧，我跟张副局长2个是铁哥们，乔洪波就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的。我就知道我的男人最厉害了，晚上我在家里等你哦。方美静广播电话忽然响。喂，周书记有事儿吗？现在都已经到了上班时间，你为什么没来？马上就到。周书记，您找我有什么事呀？把地拖了，把卫生重新打扫一下，桌子下面也擦干净。我只能爬到桌子底下去。这时房门就被推开。侯县长，快请坐。周书记，是农业局新批下来一个万亩林田工程，我打算把这个项目放在广龙镇，周书记觉得怎么样？难道这又是个坑不成？其他乡镇会不会有意见呀？据我所知，广龙镇是以工业为基础的乡镇，是不是将这个万亩林田工程放在旁边的凤池镇更好一点？您觉得应该交给凤池镇？凤池镇倒也不错，不过这事儿得重新谋划一下，让凤池镇的书记出一个可行性方案。我刚刚来清源县不久，对乡镇的一些基本情况还不太了解，您觉得广龙镇更为合适吗？凤池镇以农业为主，想要农转林确实需要一些阻力，而广龙镇就不同了，镇上的企业多，老百姓们大都生活富足，种田不是主要收入来源。我之前跟广龙镇的程书记也沟通过，他也很支持农专林的，不过还是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侯县长之前的安排去做吧。周书记，西郊开发区的事，我觉得咱们应该搞起来。之前吴迪书记在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商量过。咱们是不是继续考察一下呀？毕竟搞一个开发区的不是去菜市场买菜，这对于全县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儿。要不这样，等我熟悉工作，然后咱们一起再深入探讨一下。如果确实可行，我没有意见。周书记，咱们可以等，关键是外商能不能等？如果不尽快做决断的话，人家去别的地方投资了，到时候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我为了这个项目已经准备了1年多，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不容易啊。江北市委和市政府啥意见呀？我已经汇报过了，领导们也很支持。吴迪书记被双规之前，一定也找市委书记和市长谈过这事儿。既然他们已经沟通过了，这事儿也就好办了。下周我抽个时间跟2位主要领导见个面，
有事汇报一下，咱们再商量。您看怎么样？好吧。侯伟明转身离开，我赶紧从桌子下面爬出来。你也羞辱我了。那我如果把刚刚的事情讲出去的话，堂堂女县委书记跟县长谈工作的时候，桌子底下竟然藏了个男人。你说他男人藏在桌子底下干嘛呢？大院外面的人听了这事儿，整个清源是不是得炸了锅？这个臭无赖竟然敢要挟自己，你敢说出去吗？我答应过你，咱俩上床的事儿绝对不对第三个人说。但是今天的事儿吧，周子瑜脸色挺青的看着我，今儿的事只能到此为止，否则这姑奶奶真怒了，自己没啥好果子吃。咱俩的秘密我哪能随便告诉别人呀？我绝对100%尊重您，绝不敢诋毁您。西郊开发区的事情就是个大坑，一个天大的谎言。但是你也知道，整个清源最有利有发展的地理位置是在广农。那侯伟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假借外商开发的由头，把基本农田变更成商业用地。外商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那么这2000多亩地肯定不能荒废了。他们是想搞商品房。我搞开发建商品房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呀。搞开发是没有什么不好，开发商有利政府有利，村干部有利，唯独苦了老百姓。该怎么对付侯伟明呢？这个也简单，就是做起来事情损了点。说。周锦目光热切地看着我。上策是抓住侯伟明的把柄，让他滚出清源县。把柄哪那么容易抓？其实也不难，他给咱们下套，咱们可以给他下套。我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只要您想，咱们可以一试。说别的办法。中策就是上级不批土地。周锦下策嘛，想要引进企业太难了，但是可以调动本地人的创业积极性，或搞合作社，或搞小微企业集群都可以的，只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总之，只要不盖商品房，他们的计划就落空了。你分析的也有点道理，只不过有点难办。其实侯伟明这个混蛋有一个软肋，你不用说了出去吧，这家伙说的话一定是上不了台面的。既然您不想听，我就不说了。还有，既然您不信任我，那我只能辞职了。弄死了我的狗，你还想辞职？真是白日做梦！给我出去！出去后，我去了宋雅洁办公室。你还能活着出来，生命力够顽强的。这不是替你扛雷吗？为了你，我义不容辞。打住，跟我没关系。周书记的狗是你弄死的，不要乱讲话。求你帮个忙，我前妻把我家砸了，您能不能帮我出出气？我要求也简单，他怎么给我砸的就怎么给我装修好，另外让他给我赔礼道歉。行行行，赶紧走。正在这个时候，公安局长带着进来。你找谁？周书记在吗？戴局长啊，周书记在呢。我是公安局长戴志刚，您是宋小姐吧？没想到书记秘书是省公安厅长宋云峰女儿，还有这乔洪波居然跟公安厅长的女儿搞暧昧。戴局长，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我把早上的事儿说了一遍。戴志刚看了一眼宋雅洁，简直岂有此理！看来这事儿成了。太过分了，乔兄弟你放心，我回去之后就立刻让人传唤白美静。小兔子打伞还无法无天呢。宋小姐，您觉得这事儿咱们怎么处理好？要不要拘留呀？哼，戴局长您真有意思，这事儿跟我又没有关系，您问我干嘛？再者说了，我也不在政法系统工作，如何合理合法合规的处理此事，您应该比我更明白的呀。戴志刚一问，随后点了点，随后目光看向了我。那肯定是要拘留的。您是不知道，当时他带着7、8个人，手里拿着凶器进门就砸，还声称如果我不老实，连我一起砸喽。戴局长这娘们太嚣张了，简直就是黑社会啊！戴志刚重重地一拍桌子。乔主任你放心，我一定会严查此事。宋小姐我先回去了，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只因知道市委书记的秘密，就被他派人追杀。于是我找他儿子想缓和关系。老弟，你找我究竟啥事儿啊？我想请您帮我引荐一下陈小雨。小雨啊，你干嘛想认识他呀？我现在的身份比较尴尬，所以想多交个朋友嘛。原来他想跟陈家攀上关系。老弟，听我一言，你如果想要进步，我帮你引荐一下陈书记。至于小雨，他又不是市委书记，没有必要的。可我就是想认识陈小雨。朱浩一愣，我的话还没说明白，还是他的耳朵有问题。朱哥，帮帮忙。于是朱浩给陈小雨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小雨这个人江湖义气太重，跟咱们这种公职人员性格上不太搭，所以我不建议你跟他有太亲密的来往。过了一会儿，20分钟，陈小雨推门而入。朱哥有啥事吗？他是谁呀？小雨，这是清源县前书记吴迪的秘书乔洪波。陈小雨瞳孔一缩，脸上闪过一抹怒意。你找我干嘛？一见面就用这种眼神，难道2个人之间有矛盾吗？陈哥你好。然而陈小雨没有理我。啥意思呀，朱哥？小乔说想结识一下你，大家交个朋友。朱哥，这种乱七八糟的人能不能别介绍给我认识？朱浩满脸尴尬。
小雨，小乔人不错的。估计是因为无敌要挟过陈鸿飞，所以陈小雨才对自己这种态度。陈哥，我久闻你的大名，心中很是敬佩。小弟我就想认识一下陈哥，没别的意思。先表面同意，后面再试探一下他的真实目的。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这时朱浩的电话响了。两位弟弟，我还有事得先走一步了，你们慢慢聊，下次我做东。啥事呀？老板让我将晚上去省城一趟。随后朱浩走出了房间。老弟，咱们换个地方玩吧。我点了点头。老弟，你结婚了吗？结了又离了。小雨哥啥意思？没事啊，随便问问。忽然房门打开，进来了一个女人。韩静，快过来。小雨，孩子吵着找我呢，我得早点回去。干嘛那么着急嘛？还以为陈小雨这个小崽子把自己喊来是打算玩什么花活呢？韩静，这位是乔洪波，我的小弟弟，你们要好好认识一下哦。说完他回去了，留下了韩静一个人。你跟陈小雨究竟有什么仇怨？你为什么这么说呀？没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住？我叫乔洪波，清源县上班。咱俩萍水相逢，干嘛对我这么感兴趣？韩静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我就是想知道我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请尽管开口。没有，我老公是市委书记秘书朱浩，但是他儿子却强占了我，还让我给他生了个小孩。陈小雨威胁你了，对吗？韩静一愣，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韩局长，我跟朱浩是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他是我最敬重的大哥。我知道你是被陈小雨胁迫的，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我是应该喊你韩局长呢，还是应该喊你嫂夫人呢？韩静扭头看着窗外，没有说话。你被陈小雨霸占了5年，孩子不是朱浩的，洞房花烛夜也是跟陈小雨一起过的。即便是陈小雨想要睡你的表妹，你都义无反顾的拱手相让。韩静，我真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种女人。韩静彻底傻了眼。你是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这并不重要。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你真的一点愧疚感也没有吗？当晚上你躺在朱浩身边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羞愧吗？你对得起朱浩这么多年对你的呵护，对得起他的一片痴情吗？韩静捂着脸呜呜的哭了起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曾经劝过朱浩换个城市生活，可是朱浩就是想当官，我劝不动他。并且陈小雨很卑鄙，他手里有我的照片，而且陈小雨是黑社会，他认识很多穷凶极恶的人，我们斗不过他的。你想弄死他吗？你说什么？杀了他。为什么？上周他曾经想杀了我，但被我侥幸逃过一劫。晚上他让你陪我，就是想让我身败名裂，轻则让朱浩知道此事，离间我们兄弟感情，让你也背上出轨的骂名；重则让我丢掉工作，甚至逼我自杀，而你只能给我陪葬。他不会的，他是孩子的父亲，你不要忽悠我。我哈哈大笑起来。他如果真的在乎你，昨晚上会让你陪我吗？他现在稀罕的是你表妹小柔。韩静，你不要傻了，你就是的他急于甩掉的一个包袱。韩静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开免提吧。韩静，你这个贱人，你昨晚上究竟有没有把乔洪波拿下？为什么我装在酒店里的那些摄像头全都不见了？我不知道啊。乔洪波人呢？我醒了之后他就不见了。你想找他就自己给他打个电话吗？你昨晚上，还有你为什么要在奶茶里下药？老子怎么做用得着你教吗？今天晚上朱浩就回来了，你告诉他你被乔洪波强占了，听到了没有？这尼玛王八蛋，果然是要离间自己跟朱浩大哥的关系。小雨，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放心，如果朱浩跟你离婚，我就娶你，到时候咱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多好。乔洪波这个混蛋对我的威胁很大，你必须帮我搞掉他，否则我就完了。我第一步先让他滚出公职队伍，第2步就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静静，帮帮我。韩静看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点了点头。你什么意思？暂时答应他，咱们还有1天的机会，慢慢商量对策。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不要坑我。说完他挂了电话。我说的没错吧？韩静，咱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必须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陈小雨还给你画大饼呢，真是可笑。你被强占的事儿一旦传出去，以后还有脸在江北市混吗？别傻了，我的姐姐。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你仔细思考一下，陈小雨平时有什么仇人没？谁敢得罪他呀？再说了，他的那些社会上的狐朋狗友我也不认识。于是我陷入了沉思。我知道了，陈小雨跟周振宇有矛盾，俩人属于不死不休的那种。周振宇是环保局长周健的儿子。1年多以前的晚上，陈小雨当着我的面给周振宇打了电话，
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2个人还约架来着，好像双方都喊了100-200人。怎么联系周振宇？周振宇开了个公司，就在江桥大街那边，我认识的。顿时一个借刀杀人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有个计策，你看看行不行？我把自己的计划对韩静讲了一遍，韩静听了后点了点头。随后我将韩静送，然后去了周振宇。上集说到，乔洪波被陈小雨设计陷害，但是被他识破。于是乔洪波利用陈小雨的仇家去找他麻烦，结果陈小雨重伤在医院不治而亡。而此时乔洪波正参加程方宇的饭局，没成想是个鸿门宴，一进去就被程方宇污蔑殴打他人。我及时搬出宋雅洁逃过一劫，回去后第一时间给周景瑜汇报。周书记，我们今天晚上犯错误了。没多大问题，就是打了个架。为什么打架？都怪他。究竟怎么回事？周书记，这事我只能向您一个人汇报。乔洪波，我才是书记秘书好不好？我警告你。小杰，你出去。宋雅洁顿时瞪大了不可思议的眼睛，随后气呼呼的去了对面房间。我之所以这么闹，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让程方宇接近宋雅洁。这丫头太单纯。我明白的，不过通过这件事儿，倒也能看得出来你之前的判断是对的。周书记，我如果有一天铸成了大错，你会保护我吗？我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指的是陈小雨的案子，而周景瑜却以为我在要一张免死铁券。你放心，只要我能做得到，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保护你。如果这都做不到，那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干了。谢谢领导。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无论哪方面的事情。但是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先干掉程方宇，拿掉他，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小好跟程方宇走动的比较频繁，我想从他入手，看看程方宇这家伙究竟有没有小辫子可抓。侯伟明那边，咱们是不是需要发展个眼线？需要，只可惜侯伟明对下属很照顾，想要找到合适的人选似乎并不容易。容我想想看吧。那你就去干吧，我等你的消息。出了事儿有我呢。他讲这话的时候，眉宇之中散发出一抹阴飒之气，让人一时目瞪口呆。这个混蛋又起了坏心思。你走吧，我要休息了。一开门就看见宋雅洁站在门口偷听。宋雅洁后退了2步，满脸尴尬。我就是路过的。然后一溜烟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太尴尬了，简直太尴尬了。宋雅洁跟周景瑜来清源，带着秘密任务的。周景瑜在老公死了以后变得有点憔悴。周母让宋雅洁关心周景瑜的私生活问题，如果有不错的男人就给他汇报。这个小宋太不像话了，回头您好好骂他。刚坐在沙发上，吴志明就打来了电话。乔主任，您还没休息吧？已经睡了，有事吗？周景瑜给周五晚上值班的其他5个人全都给记大过处分，唯独没有他。但是吴志明知道自己的问题比他们要严重的多。乔主任，您家在哪住呀？深夜打扰您，实在不好意思。可是我实在没别的办法，能不能跟您见一面？求求您了。约个地方吧，我正想喝一杯呢。你定地方，现在的自己压根就没有可以为自己卖命的朋友。如果吴志明肯为自己所用，那么以后自己就相当于多了一只隐藏的手。乔主任，帮帮我。随后将一个小皮包放在了桌上。钱你拿回去，我不要。难道是因为钱太少？乔主任，我这手头上也不太宽裕，过2天明天我再给您多准备点。乔主任，您是一个好人，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求您了。不要钱，并不代表着咱们不能成为朋友吗？吴志明彻底懵逼了，自己之前跟他没啥交情呀。吴哥，你的工作能力周书记很认可，但是在一些私生活方面还得要注意影响啊。善的弟弟我可以帮你摆平，不过嘛。吴志明这才明白，乔洪波似乎义不在前。乔主任，您明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义不容辞。我是周书记的人，你呢，是我的人。周书记不会亏待了我，而我也不会亏待了你。吴哥，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乔主任，从今以后您说啥我听啥，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听他如此表态，乔洪波也不客气。杨铁刚是侯伟明的人，他们2个相处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据我所知，侯伟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组织，杨铁刚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应该是在鸿运酒家，但是聚会的具体日期我并不清楚。平时他有什么爱好吗？他好像爱打麻将，并且玩的特别大。知道他都跟什么人玩吗？他不在平武镇玩，好像经常去瑶山县那边。难道侯伟明会经常约他去瑶山不成？搜集一些杨铁刚的证据，他下了台，我保举你当平武镇的镇长。吴志明闻听此言，差点激动的给乔洪波磕一个。那个女人，想办法甩掉，不要让她成为你的绊脚石。说完这话，乔洪波起身离开了饭店。第2天，我在办公室看到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经研究决定，
对吴志明实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理。我靠，得亏自己来得及时，如果这份文件被谭秋拿走了之后，就追悔莫及了。周书记，我有点事儿想向您汇报，能不能放过吴志明？周景玉眼神中流露出来一丝愠怒，给我个解释的机会。谭部长，咱们回头再谈吧。谭秋站起身走出了门。乔洪波，你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自己的手伸得太长吗？老板听我说，别激动，给个机会。我把昨晚上的事情跟周景瑜慢慢的讲述了一遍。咱们现在人单势孤，实在找不到帮手啊。戴志刚不是侯伟明那个圈子的人，抓不住他们的把柄。组织部长谭秋、副书记左大同，还有纪委书记雷科，以前虽然都是无敌的人，但是他们未必会成为您的人。而我的号召力又不够。综上所述，咱们还得培养自己的势力，否则连一个城方雨都斗不过。周景瑜听了他的话，脸色有所缓和。可是我都已经让谭秋写了处理意见，隐而不发，你让谭秋作何感想？我的威信何在？我去找谭秋。谭部长，事儿搞错了。周五的时候，吴志明及时沟通水站那边，并且实地考察水库的情况，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周书记对吴志明的工作很认可，麻烦您让下面的人写一份表彰简报。小乔，咱们兄弟多年，听哥一句话，别折腾了。他们跟侯伟明斗了好几年，反而越搞越拉胯，最后竟然连吴迪都折进去了。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谭秋也看出来了，周景瑜对县里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种随时都可能被侯伟明给弄死的人，跟着他能有什么好结果？我不服，谭哥，这段时间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吗？我2次差点被人家搞死。侯伟明之所以没动你，不过是时机未到。您觉得咱们这群人他能放过谁？拜托了。乔洪波走后，谭秋沉默了许久，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老领导，我是小邱，我还是想调离清源县，去哪无所谓，我听您的安排。好，等您的消息。乔洪波路过陈方宇办公室的时候，刚好小好从里面出来，喜气洋洋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乔主任的手段还真是高明，打了人警察都不带抓的，呵呵，佩服。学着点吧，以后你佩服的事还多着呢。随后，乔洪波去了宋雅洁的办公室，但宋雅洁却不在，于是给张峰拨了过去，让他给小好一点颜色看看。刚挂电话，宋雅洁便走进了门。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我好像没惹你吧？戴志刚给书记打了个电话，把昨天晚上你打架的事儿给书记说了。他不骂你，反而把我骂了一顿。为什么骂你不骂我呀？我哪知道？他骂你什么呀？我帮你分析分析。他骂我单纯的像个傻子，骂我做事没头脑，骂我有事儿不跟你商量。我做错什么了吗？你就说，你该不该骂吧？忽然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周景瑜该不会真的对这个臭流氓有什么想法吧？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警告你，不要用这种色迷离的眼神看着我，我永远是你得不到的男人。说着，乔洪波便起身离开。前妻把我家砸了后，被我送进拘留所。大姨子找我求情，并重新给我装修房子，却被她丈夫误以为我和她有染。乔洪波，你俩啥时候搞到一起了？你们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了？陈哥，你说什么呢？我家被砸，你知道吧？这跟白美芳有什么关系？我耐着性子把所有的来龙去脉对陈国平讲述了一遍。陈哥，这事儿真的不怪美芳姐，你不要疑心生暗鬼好不好？她请假是帮我装修呢。沉默了几秒，陈国平立刻换了一副嘴脸。老弟，不用解释，我还不知道你吗？今儿晚上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咱哥儿俩好好喝一杯。晚上约了方峰一起收拾好军的，总不能放人家鸽子吧？陈哥，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改天吧。明天晚上有空吧？明天晚上你可不能再推辞了。说完，陈国平离开了。洪波，我想跟他离婚，真的跟他过不下去了。我耐着性子说了好多宽慰他的话。晚上一处胡同内，几个家伙对着不套麻袋的郝军一通乱打。该不会把他打坏了吧？放心吧，我这些兄弟手里有准头。你不会经常干这种事儿吧？乔哥，我帮你就是在帮我姐，你可不能让兄弟寒心呐。我知道他说的是让我不要辜负他姐。放心，我乔洪波做人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咱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不过这个郝军最近得经常收拾。明白。翌日清晨，主管副主任万振发现郝军2毛3丈。下午省里的检查组就到了，郝军家里有多大的事，还这个时候请假。小周，你马上给他打电话，下午务必到单位，如果不来以后就不用来了。郝军是被借调到县委办的，属于没身份没地位的那种。小乔，你看一下这份被接受检查的文件，究竟有没有问题？说着，将一份文件递到了我手里。我粗略的浏览了一遍，发现是省里的巡查组几天后要来检查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周书记，这份文件倒是没有问题，受检查的是个科局也没有问题，反正出了事是他们一把手担责。
问题在于受检查的这两家企业，这两家企业都在广龙镇，一个是唐家的金属锻造厂，一个是江家的食品厂，但广龙镇还有一家企业，就是冯家的机械厂。然后呢？周景瑜刚来清源不到2礼拜，各个单位的一把手都还没认全。这3家是全县的龙头企业，并且都是在市里挂了号的，尤其是冯家的机械厂。机械厂的老板冯宝瑞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委员。如果那2家接受检查而单单撇开了冯家，这冯宝瑞的心里能舒服吗？接受检查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吧？大错特错！如果是一般的小企业，或者迎接的是市里的检查，冯宝瑞可能真的不放在眼里，但是省里的却不同。您看这次检查组带队的是谁？博普生啊，他怎么了？博普生是省委办副主任，并且还是工作年头最久的那一个副主任。传言4年前他就要荣升主任的，这么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角色，那些老板们谁不想认识？所以说这又是个套，这是打算让冯宝瑞对您心生嫌隙，然后在背后里捅刀子。原来是因为这个，那你说怎么办？把冯家的机械厂加在名单上，省领导要去哪家企业，咱们当然无权干预了。然而乔洪波却不知道的是，在他的眼里，博普生就是个小卡烂。如果我就不填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反正无敌在的时候不敢轻易招惹他们。这3家企业做得大，跟官方的来往也比较密切，尤其是一些市里的领导都很卖他们面子。至于您嘛，那就看您的心情了。宋雅洁给你想接我的老底了？没有，您的身份即使猜不准，也能猜个8、9不离10。既然能大概猜出我的身份，你还敢跟我整天嬉皮笑脸，你的胆子不小啊！下午你先去这几个企业转一圈，以我的名义把宋文件送过去。明白。下午我从冯宝瑞的机械厂出来后，去了唐家的锻造厂，却发现一个女的在办公室没穿衣服。她迅速拿起一件衣服套在身上。我是县委办的工作人员乔洪波，想见一下你们唐总。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不必找我吧。我来送份文件。随后将文件在桌子上，突然一个玩具掉到了地上，瞬间场面尴尬了起来。我将那东西捡了起来看了下，而唐甜甜尴尬的脸色宛如一个红气球。妹妹，你是不是没有男朋友呀？要不要哥哥给你介绍俩帅哥呀？唐甜甜听后恼羞成怒，你刚刚拍什么桌子？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在我唐家耍威风，你够格吗？告诉你姓乔的，我哥是唐丽。唐丽和方峰属于一个等级的大混混，但那也终究只是个混混。既然你这么嚣张，就别怪老子给你挖坑了。我以为你把我喊住，是想问问哪款玩具好玩呢，原来是警告我呀。唐丽怎么了？我哥们还是公安局长呢。我来的目的呢，就是传达县委书记的命令，让你们工厂注意一下，这几天别出什么安全事故，要不然就大事不妙了。唐甜甜却以为我是在诅咒他们工厂出事儿。你给我滚出去！记住，是你让我滚的。离开了唐家，我去了江家。乔主任，这么点事还让您亲自下来，真是辛苦了。小刘，给乔主任搬1箱酒。江老板太客气了，我就是送个文件而已。乔主任哪里的话，您送的是文件，我江家交的是朋友。吴书记在位的时候，我们想攀您乔主任还没机会呢。可惜啊，吴书记那么好的人，怎么就犯了错误呢？一旁的江玉森听完，立刻提醒江玉树：大哥说啥呢？没有了吴书记，咱们乔主任依旧能鹏程万里。乔主任给个机会，今儿晚上咱们好好喝一杯。我谢谢2位老哥哥，但是今天不行了，省里的领导据说下午就到了，我得回去听令。江玉树哥俩一直把乔洪波送到汽车前。乔老弟，欢迎随时来广龙，我随时招待。这哥俩对自己以礼相待，如果不给他们点机会，也太说不过去了。博普生是省委办公室副主任，也是几个副主任中呼声最高的一个，下一任省委办主任很有可能就是他。闻听此言，江家2兄弟双目顿时闪过一丝光亮。如果能攀上这关系，那江家在广龙镇的地位绝对有所提升。多谢老弟提醒啊！江玉森明显要比江玉树滑头得多。老弟，如果准备礼物的话，我们应该准备什么呢？特色而不俗，价位不高，但又能给人留下印象。当然了，如果想跟某位领导单独沟通，那就需要多花一点心思了。县委办的人都在县宾馆为即将到来的巡查组做准备工作，然后被告知值夜班。我找到程方宇后，却发现他正跟宋雅洁聊天。程主任，您这安排有点不合理啊，凭什么夜班都安排我？别人都有家室，就你自己离婚了，不安排你安排谁？如果对我的安排有意见，你可以去找左副书记，文件上他签了字的。刚才笑容满面的宋雅洁也板起脸来，这傻丫头肯定被程方宇洗脑了。于是我找到了左大头。左书记，怎么安排我一个人值夜班呀？
程方宇上报的，周书记同意的，我就是签了个字而已，老弟就多辛苦吧。难道经过上次被县长下药的时候，他想安排一个可靠的人吗？正当我想入非非的时候，接到了韩静的电话。小乔，刚刚陈鸿飞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那天晚上陈小雨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说的？我撒了个谎，把他糊弄过去了。我说陈小雨打电话打错了，原来是打给朱浩的，结果打到了我这里，说孩子是陈小雨的。这事儿我是真说不出口，我觉得特对不起朱浩，我每天都生活在自责当中。知道的人越多，这事儿就越危险。万一有一天真相大白，我还有什么脸见朱浩？我不想活了。你真是疯了！既然陈鸿飞可以打给你，就一定会打给安小柔。你不说实话，万一安小柔顶不住压力，或者他有什么居心叵测的想法，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一旦事情暴露，咱俩全都完蛋了。那我怎么办？这时韩静也有点慌了。马上给陈鸿飞打电话，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对他讲出来。放心，这么大的事儿，陈鸿飞绝对会替你隐瞒的。毕竟朱浩是他的秘书，掌握了他太多的秘密。我打，我现在就打。最好你们两个单独见个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陈鸿飞一旦知道这个结果，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会把你当成亲闺女一样看待。韩静宛如醍醐灌顶一般，豁然开朗。对啊，自己完全可以以此拿捏陈鸿飞吗？谢谢，我懂了。挂完电话后，我去找了陈国平。陈哥，有啥事儿呀？这么着急？我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事儿你也知道。其实我对白美芳还是有感情的，毕竟结婚这么多年嘛。但是这事儿它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说来话长，这白美芳长得漂亮，但是她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能给我陈家传宗接代。你说她不能给我生个一儿半女，我要她还有啥用？老弟，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听完这番话，我也是震惊不已。怪不得俩人结婚6、7年，白美芳的肚子还没什么动静。理解，我就知道你学问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大姨子她老公不仅让我睡他老婆，并且还给我10万块钱，只因他想让大姨子净身出户。你干不干？不干的话，我就找别人了。就白美芳这模样，外加10万块，只要我说出来，报名的人从这里能排到广龙镇。我倒是想干，可是他未必会同意啊。墙上啊，那可是犯法的。为了10万块，我可不能把自己搭进去了。怪不得乔洪波在县委办干了这么多年，最后一直提不上去。就这脑瓜子笨得像个蛋。知道她为什么嫁给我吗？当初就是我把她给强上了。陈哥，实话说，录像我是不会录的。不如这样，我弄个新的聊天软件账号，跟他聊得露骨一点，然后你再想办法偷拍一点他的照片，这样你看行不行？也只能这样了，咱们一言为定，合作愉快。回到车上，我掏出正录音的手机。要不要把录音给白美芳听呢？可拿钱不办事儿，陈国平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这时一个计划浮现在我脑海里。喂，芳芳，你在哪呢？刚刚收拾完郝军，你该不会还有别的事儿吧？听到芳芳冷淡的语气，脑海中的计划也放弃了。郝军怕了吧？他就是个怂货。今晚上把电闸一拉，我们进门之后一通乱砸。乔哥，郝军怎么得罪你了？为什么如此针对他？这件事你就别问了，谢谢你，改天请你喝酒。挂断电话后，我决定从白美芳哪里打探一下陈国平的事情。你知道他在外面勾搭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吗？不知道，你有事吗？改天见面说吧。你究竟啥事儿？给我说清楚呀！如果把陈国平的原话告诉了你，计划被你破坏，那还得了？陈国平一定会跟你离婚的，我想帮你。谢谢，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挂了电话后，我接到周锦瑜的召唤，就去了宪宾馆。你觉得广龙镇的几家企业哪个值得去？江家的食品厂我觉得挺不错。通过这一次送通知，江家对这一次考察也格外的重视，所以我推选江家。除了江家之外呢？那就冯家的机械厂吧。之所以说的这么勉强，就是因为冯宝瑞居高临下的态度让我很不爽。周景瑜之所以问出这番话，是因为刚才冯宝瑞打电话和他说想接受省级领导的简约出租风，自己的所有行踪全都被他掌握的透彻。县委县政府肯定有人在给他偷偷的报信。冯宝瑞知道我的一举一动，你说是谁给他报的信儿？侯伟民跟冯宝瑞的关系很好，我觉得有可能是他。那明天早上不要安排省里的领导去机械厂，至于去哪家企业，你自己看着办。他不去冯家，我又不想让检查组的人去唐家，这可该怎么办？唐斌的锻造厂怎么样？通过这次送通知，
唐家人的态度很不友善，我不建议检查组去唐家。这个乔洪波真笨，看着唐家不爽的话，完全可以利用这件事狠狠地敲打一下唐家吗？那就是唐家吧。省里的领导来就是为了检查出问题，要带着问题回去，要让省里的领导们知道清源的工作还是有所纰漏的。你去吧，我累了。出了门后就听见侯德部房间传来6、7个人的声音。看来全县领导都站侯光明那边了，周景瑜可真是个孤家寡人。就在准备回房间的时候，高紫薇从侯伟明的房间里出来。小乔，这么晚了，还找你老板谈工作呢？周书记找我有点事。加油，好好干，小伙子真壮。你不是也在深夜找侯老板谈工作吗？我们是一群人，可不是只有我一个，你不要胡说哦。而你却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不到3分钟就完事儿了。侯老板这身板也不行啊，我倒是认识一个老军医，改天把电话给你，你推荐给他，保证药到病除，壮的跟18岁的小伙一样，也省得3天不喝水，只给少半杯，根本就不解您的渴吗？乔洪波，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胡说？我胡说了吗？可能是我胡说了。侯老板的体能比不过吴老板，吴老板的时间在20分钟以上吧。当然，这事我不过是推测而已，您才是真正的操控者，您最有发言权。高紫薇2年前从外地调任到清源当了副县长。高紫薇表面上一直都是中立的态度，其实暗地里却是无敌的人。无敌倒台后，他就立刻投靠了侯伟。乔洪波，你敢侮辱我，你给我等着！高县长的记性可真不咋地，我是吴迪以前的秘书，您这么快忘了跟吴书记的情谊了吗？既然您忘了，我就帮您回忆回忆。2年前的7月15号，在江南市的凯撒宾馆；去年的元旦，在江南市的中联酒店，足足3天呢。今年的正月15元宵佳节，江北市的红桃新客栈，还有高紫薇的脸色从愤怒变成了震惊，从震惊变成了羞臊。他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自己跟吴迪都是2个人单独出行的啊。乔洪波，你再敢胡说八道一句，我要告你诽谤。无所谓啊，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晚安吧，我的高县长，祝您做个好梦。回到房间，我想了一下周景瑜的话，突然醒悟。原来周景瑜明白自己在唐家吃了瘪，所以要用这件事来狠狠地打压唐家一下。第2天，我和博普生说了一下去的路线，从我口中他分析出清源的政治环境很恶劣，于是找到侯光明和周景瑜谈话。有个问题，我想请教2位，同事之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刚刚来到清源，工作还不太了解，对县里掌握的也不够，我觉得同事之间应该彼此配合。侯伟明见状，也立刻说道：我跟周书记之间配合的挺好，周书记工作能力很强，我很佩服，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工作，将清源的发展再推上一个新台阶。你跟周书记配合的好不好，我不知道，所以不做评论，但是你跟吴迪的配合委实不怎么样。我觉得清源的问题很大，身为地方父母官，如果不能切实做到心系百姓，那你当官的目的是什么？几句话说的侯伟明汗流浃背。博主任，我马上让秘书形成汇报材料，向您解释清楚。你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秘书写材料？紧接着便是长达半个小时的训斥。另一边，我和发改委副主任小何去了江玉树的视频厂。老姜，带领导去车间看看。江玉树2人看到指示来的是发改委副主任，有些扫兴。不是说省委办的博主任来吗？怎么突然变了？这个领导的心思难猜呀。不过这小何主任也行，发改委的领导实权部门呢。江玉森显然对何主任不太感兴趣。还有机会跟博主任见个面吗？这个不太好说。原本计划后天来检查企业的，这不突然变了吗？不按规矩出牌，猜不透他的心思。随后江玉树的目光看向了沈光明，看来这江玉森觉得自己能量不够，想请沈光明帮忙，但绝不能让他站到侯伟明那边。江哥，我一直负责宾馆的夜间值班，白天领导忙，晚上嘛得看领导的意思。如果有机会，我给您打电话。所谓县官不如县管，沈光明也未必能帮得上自己的忙，反倒是乔洪波倒是有可能。老弟，务必帮忙，回头哥哥我好好感谢你。这说的啥话嘛？大家都是朋友，我就是不太懂，您一定要见博普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江玉森沉默了几秒，脸上露出一抹狡黠。咱也想弄个省政协委员吗？原来江家不想被冯宝瑞比下去。如果您信得过，把这事儿交给我。在食品厂检查完后，一行人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咱们下一个企业检查哪一个呀？红星机械厂，这个企业是整个广龙镇最大、效益最好的企业了，能够代表清源的发展实力，您一定要参观考察一下。我去，博普生可是答应了，自己要去唐家的机械厂，这怎么向周景瑜交代？这时小何接到了博普生的电话。你现在检查哪家企业呢？
我们刚刚检查完了食品厂，现在正准备检查机械厂。您有什么事吗？不要去机械厂了，去锻造厂。啊！小何懵逼了。我让你去锻造厂，小何，我的话你听不见吗？车刚刚进了机械厂的院子，我还没下车，机械厂放炮呢，刚刚听不清。我不听理由，一定要仔细检查锻造厂。博普生说完就挂了电话，小何也连忙对司机说道：“赶紧停车，把车给我倒回去。”什么情况？进了门连个招呼都，怎么就又？老板，情况不对劲儿啊！我怎么感觉他们的车是奔着锻造厂去的？你赶紧过去看看。广龙镇的工业区不是特别的大，转个弯就到了锻造厂。一行人下车后，却发现没有人迎接。沈光明当即发了火，让唐兵和唐河他们来见我。文员搞不清楚状况，立刻转身向大楼里跑去。唐家人不在，岂不是正合自己的心意？小何主任，我看不如咱们直接去车间检查吧。好吧。进了车间后，车间主任迎了上来。你们是干嘛的？谁允许你们进我们车间的？我是沈光明，这位是省发改委的安全生产处何主任，让唐兵和唐河来，马上过来。车间主任吓了一跳，连忙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这时进来了一个女人，正是唐甜甜。沈叔叔，您怎么来了？这里又脏又吵，咱们去办公室里说话。小唐，这位是省发改委的何主任，你爸呢？省发改委何主任他们来干嘛呀？为什么来之前也没打个招呼？当他看到乔洪波后，顿时明白了，闯大祸了。昨天下午他来送过通知，却被自己轰了出去。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他掏出手机，手忙脚乱的给唐兵拨了过去。然而电话还没接听，就听到一声巨响，一个满脸乌漆嘛黑的家伙火烧屁股一般跑过来。王主任，出事故了，高铁军被砸死了，铁皮掉下来砸了高铁军的脑瓜子。巡视组检查市工厂发生人员伤亡事件，随行的副县长居然想压下不上报，然而就在我上报给书记时，他却坐车离开了现场。小何主任，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万一死者家属去县城闹事，那就闹出了大笑话。你们检查组还要待2、3天呢，如果被博主任知道了，咱可不能上了老沈的当。谢谢老弟的提醒，我明白的。随后何主任回了县委。事后锻造厂老板唐兵匆匆来迟。小主任，发生了什么事儿？老唐，不是我说你，昨天县委周书记让我把通知给你们送来了，还叮嘱了你们的总经理。现在省里的领导们都来了，不但各个方面都不合格，关键的时候还出了这么大的事，这是给清源抹黑。什么时候的事？我们公司究竟出啥事儿了？这时唐甜甜走过来，爸，高铁军被砸死了。老弟，哪位是省里的领导？刚才走的那位就是。就在这时，沈光明打电话过来让我处理善后工作。这个沈光明公报私仇，真不是东西。回到办公室，我和唐兵准备商量赔偿的事。唐老哥，死亡赔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解决？那就今天下午吧。我跟你一起去。行。这时唐丽和唐甜甜2个人走了进来。乔主任，我怎么听说沈县长想把这起事故压下去？是你非要上报给省领导的？没有，我只是汇报给了周书记。你可以看我的通话记录。如果是别人，乔洪波绝对不会，但这家伙是个比方锋还狠的混混。唐丽伸手去拿手机，却被唐兵呵斥住了。小丽不得无礼，老弟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周书记？你是觉得我唐家处理不好吗？唐家肯定能处理好，但这一次来的检查组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你想想看，如果不把事情彻底解决利索，以后肯定有数不清的麻烦。明察还好说，县里一定会提前安排的，但是暗访呢？省里的那几个部门隔3差5的来你家，你们受得了受不了？随后我伸手一指唐甜甜，我昨天把这事已经告诉他了。如果你们觉得我办事不力，那就向沈县长打个报告，把我换掉，我也乐得清闲。说完，乔洪波站起身正要走，但唐兵哪里肯让他离开，并挡住了他的去路。乔主任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乱讲话的，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走行不行？乔哥，你就别走了吗？唐甜甜骚里见气的说道。乔主任冒犯了，您别生气。如果今天走了，那就是唐家的仇人。于是乔洪波只能重新坐下。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务必把赔偿款给谈妥，我要回去交差。你们打算赔多少钱？30万，我刚刚已经去了高家，他那瞎眼的老娘已经同意了，钱我都已经取了，咱们现在就过去吗？30万，高铁军一条命就值30万吗？唐丽这不是明显欺负人吗？那就去吧，早点处理完，早点让乔主任回去交差。几人来到一所破房子门前，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哭闹，旁白还站着一个小孩。我的儿啊，你留下我跟孩子可怎么活？
你好狠的心呐！唐丽眉头紧皱，一声怒喝。别他妈嚎丧了，30万我已经给你拿来了，你数一数。然后他将钱箱子丢在老太太的面前。回头我会雇车把你儿子的尸体拉回来，赶紧数钱。乔洪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老唐，这祖孙俩也够可怜的，你看能不能多给点？然而一句话就彻底戳痛了唐斌。乔主任，我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这价格都已经谈好了，哪能说改就改？您也多理解一下我的不容易，好不好？随后他将乔洪波拉到一边。乔主任，在这件事上，我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哪位省领导不需要打电？不过你放心，回头我一定给你包一个大红包。这脑回路也真是够奇葩的，不想着如何补偿死者家属，反而是行贿省领导。老唐，我还是那句话，多给一点，免得闹出更大的乱子来。你给我的红包，我是绝对不敢要。如果你觉得我办事不力，我现在就给沈县长打电话，让他赶紧换人。唐斌可不敢让他打这个电话，要不然沈光明会把他骂得滚血淋头。老弟，别，我再加10万。不行，至少80万，否则我回去没法跟省里的领导交差。唐斌苦着脸还想说什么，却听到唐丽怒骂老太太：“你个老不死的，你儿子一条贱命也就值30万，老子已经把钱给你送来了，你还想咋地？”我要我儿子。然而唐丽却一耳光将老太太扇倒在地。唐丽，你过分了！这时陆续围过来的村民们也开始吵吵嚷嚷了起来，纷纷指责唐丽不是东西。老唐，这事儿我管不了了，一旦被村里的老百姓录像发到网上，我的前途就毁了。您另请高明。说着正要离开，我答应你，丫头，赶紧再去拿50万来，快！这事儿自己摊上了，现在就走的话，回去一定会被骂死。老唐，让你儿子老实点。看看现在的情景，如果你们还想平安出村的话，就别耍混蛋。唐斌立刻点了点头，把唐丽拉到了一旁训斥了几句。诸位乡亲们，我是县政府办的乔洪波。高铁军在锻造厂打工的时候，因操作失误导致意外身亡。我代表政府向高家老太太来谈这件事儿。砸死了人，赔人家多少钱啊？80万。没等别人说话，一旁的唐丽却不干了。你说多少来着？你给我闭嘴！爸，咱们赔偿款从来没有给过这个数，今儿个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只怕以后就不好收拾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半个小时后，唐甜甜取来了钱。老人家，确实是高铁军操作失误才发生的这起事故。锻造厂其实早已经进行安全培训过，你家铁军竟然还犯这种错误。80万已经不少了，换作是别人唐老板可给不了这么多。主要是看在你们祖孙2个生活的实在太不容易了。然而一旁的唐甜甜却宛如一个智者。对，别人都赔个30-40万，你们家赚大发了。乔洪波转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今儿的事到此为止，你把我送回县城去，我得跟领导汇报一下。老弟，钱我可花了，省领导面前您还得多说2句好话。如果方便，我想跟博主任见个面。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是不敢保证绝对能让你们见得了面，毕竟还得看领导的意思。回去后，我向周景瑜把今天的情况汇报了。乔洪波这个家伙看起来是个混蛋，但还是有点良心的。周书记，唐兵想见博主任，咱们安不安排？当然安排了，为什么不呢？我可不想耽误博主任发财。这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一定是沈光明，你先去洗手间里待会儿。行。周景瑜打开门后，侯伟明、高紫薇和沈光明，而他们来的目的是想让周景瑜向博普生求情。周书记，老沈也确实不容易，为清源县的发展夙兴夜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事压下去。沈光明和高紫薇2人好话说了一箩筐，周景瑜依旧如老佛入定一般不发一言。我上个洗手间。高紫薇起身去了洗手间，谁曾想在洗手间看见了乔洪波。高县长，我跟周书记清清白白，你不要到处乱讲话。谁乐意管你们的破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和吴迪的事情了如指掌吗？高紫薇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通到为什么。乔洪波，我警告你，如果没有证据就到处乱讲话，我会告你诽谤。我当然有证据，我不仅有证据，我还知道你的胸口有颗痣，大概小米粒那么大。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我还知道你的屁股挺白的。高紫薇满脸震惊。你想怎么样？这个问题改天单独聊。我更想知道你们今天中午来的目的是什么。侯伟明想让周景瑜去求博普生，为什么他不去？高紫薇眼珠一通乱晃。乔洪波明白他想要撒谎。我警告你，如果不想在这里闹出什么动静，你最好老实点。侯伟明想把责任推给周景瑜，只要他肯去，这件事就让他背锅。唐斌他弟刚刚已经送来了200万，
想要摆平此事。侯伟明这个狗东西，拿了钱反而想将责任推给周瑾瑜，真亏他能想得出来。高县长，不，喊高县长太生分了。紫薇，从现在开始，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至于你想要的证据，等博普生走了之后，我会让你看个明白。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不行，大家都挺忙的，我没空照顾你呢。去吧，别让侯县长等着急了。老沈，哭诉了这么多，我如果不帮你，反而显得我不近人情了。只不过这事能不能摆平是个未知数，我可以出面，但结果听天由命，你觉得怎么样？这话听起来是要帮沈光明说好话，但在沈光明听起来像是敲打的。那就有劳周书记了，您先过去打个前站，我随后就去找博普生。总之，咱们不能让他把材料汇报上。行吧，我这就去。然而话说出口，他却没做。侯伟明和沈光明明白周瑾瑜是想几人离开。三人离开后，乔洪波和周瑾瑜说了高紫薇的事情。你是怎么撬开高紫薇的嘴巴，得知他们阴谋的？我跟高紫薇的私交不错，并且以前他是无敌这边的人，所以你懂的。县长和常务副县长想陷害书记，被我意外得知，于是我告诉了书记，避免了事情的发生。事后我找到博普生，提出成立事故调查组，让侯伟明出头，从而挖出他的违纪行为，并说了江玉森想当省政协委员时。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省里的人不会参与什么事故调查组的。博普生知道周瑾瑜现在需要培植自己的力量，处分他们没有用的，并且重新提拔的人未必会站在周瑾瑜一方。江玉森什么情况？回头你给我写个详细的材料，让他直接找你，以你的名义向我推荐就可以了。小子，你要记住我扶持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懂的。出了县委，我找到白美芳，然后将陈国平的计划说给了他听。听完后，白美芳大声地哭了起来。这时我接到周瑾瑜的电话，他让我赶紧回县委。回到县委后，县里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站在了门口，连大气都不敢喘。左书记、周书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博主任一定要把这件事上报，一旦省里的主要领导知道了，清源就彻底完了。老弟，一定要阻止博主任啊，求你了。领导们，你们别开玩笑了，你们都搞不定的事，我怎么可能搞得定？我哪有那本事吗？洪波，你最讨博主任的欢心了，除了你恐怕没人能讨博主任的欢心，可不仅仅只有我一个的，就看各位是不是真用心了。随后乔洪波将头扭向了一旁。这嘛不是大白天吗？如果是晚上，老子还用得着你教？小乔，只要你这一次说服了博主任，我侯伟明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保证这一次的提拔一定让你当上正科级干部。他的话一出口，所有人全都跟着点头。周瑾瑜也点了点头。其实我对当官不太感兴趣，我就是爱跟领导们在一起。领导想提拔我，我当然很开心了。反正你让我离开县委，我是不乐意的。瞬间，所有人都明白了乔洪波打算当县委办主任。这时，陈光宇心里突然咯噔一下，然后他看向侯伟明。没等侯伟明开口，一旁的周瑾瑜一口答应了下来。成，我答应你。老侯，你也表个态。我答应。领导们可不许反悔。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进了博普生办公室。博主任，关于唐家锻造厂今天发生的一点点事故，我觉得这件事可大可小。出了人命还可大可小，那我问你，究竟什么事才算是大事呢？锻造厂每年都会发生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都是非死即伤。实话说，我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假如因为这小点事儿而让省里的大领导受累，没有必要。沈光明让我督办赔偿的问题，我已经办妥了，赔了死者家属80万。出了人命还可大可小，那我问你，究竟什么事才算是大事呢？博主任，怎么才能不上报？怎么都不能不报。小子，不报就是我的责任。关键是你们处理的结果能不能让省领导满意？如果处理得当领导不追究就没事。要不这样，博主任，您给我们3天时间看看我们处理的结果满不满意。如果满意的话，您就把我们清源当个屁给放了。如果不满意，您怎么汇报我们都没有意见。你能做得了主吗？能。随后乔洪波将唐家给侯伟明送钱的事说了一遍。小乔，周书记在清源的状况我都已经了解了，你是个人才，我看好你。谢谢博主任夸奖，这就完事儿了。看来博普生跟周瑾瑜早已经串通好了的，就是为了提拔自己。博主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周书记为什么不亮明身份呢？如果亮明了身份，岂不是对他以后的工作十分有利？周书记的身份非常特殊，不暴露家庭背是为了少一点麻烦。看来周瑾瑜的前夫一定优秀，那她的老公以前活着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周书记的老公是个大学教授，2个人关系非常好，无论是形象气质还是学问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您跟周书记之前就很熟吧？熟得很呢。周书记的父亲究竟是谁呀？看来不敲打你真不行了，有些问题不是你能知道的，让他们等了那么久也差不多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记住3天时间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去吧。
我知道的，博主任您歇着，我先走了。小子，你记住了，不是你的看一眼都是错，你还敢打周书记的主意，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出门之后发现只有程方宇一个人在门口。程主任、周书记他们呢？小会议室呢，乔大主任。然后他转身离去，正要准备走，高祖卫却迎面走来。高县长，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宵夜？好啊，我倒要看看你的手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要挟我。随后乔洪波去了周景瑜房间。怎么样？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吧？周书记，我有个疑问，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找个机会抓住侯伟明的把柄，搞一个民营企业有什么意思？我要搞掉他。瞬间乔洪波豁然开朗，如果侯伟明以自己的名义送这笔钱或者送一部分钱，那么这就是侯伟明行贿领导的把柄。自己在博普生的房间里将周景瑜问个清清楚楚，他不会生气吧？你怎么不开心？我问了博主任关于你的一些事情，他怎么说？他什么都没说。周景瑜眼睛里闪过一抹狡黠。想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吗？现在你还不够资格，慢慢来，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你觉得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唐家给了侯伟明200万，让他来帮忙摆平这事儿。既然如此，那就想办法让侯伟明把这笔钱吐出来。凭什么咱们做事他从中捞取好处呢？咱得给他们下个套。你详细说说。我觉得咱们要从几个方面入手。咱们要搞一个事故调查组，对唐家进一步紧逼，达到唐家跟侯伟明反目的效果，从而逼着侯伟明将钱送给博主任。不过博主任的意思是省领导不参与，可是他们不参与这事儿就难办了，以咱们目前的实力，压根就不足以跟侯伟明抗衡。周景瑜瞳孔一缩，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件事儿你就不要管了。在事故调查组中，如果抽调干部的话，我建议把县委办的副主任林远图弄进来，他是我的朋友。你的死党还有谁？电视台副台长方琴，平武镇常务镇长吴志明。对于这些副科级的干部，周景瑜显然不感兴趣。我说的是县党政班子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恐怕只有纪委书记雷科。当然了，算是咱们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公安局长戴志刚。你继续说。虽然这场事故省领导不一定会给侯伟明处分，但沈光明责无旁贷，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很有必要。至于您说的侯伟明向博主任受贿的事，咱们姑且不谈。另外，咱们可以借着这场事故，在整个清源县展开安全生产月，要把所有的企业全部纳入到检查中来，要把清源县的老板们搞得鸡犬不宁，风声鹤唳，让所有人对侯伟明和沈光明都厌恶至极，让他们失去民心。这一番话听得周景瑜震惊不已。没有想到乔洪波这个家伙，平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还有如此心机和城府。这个时候，宋雅洁走进来，坐在了周景瑜面前。姐，我有事说。说。这事儿我得向您单独汇报。小乔不是外人，有话直说。姐，这件事很机密的。闻听此言，周景瑜呵呵一笑。你还能搞到机密的事情来呢？如果说，就当着小乔的面说；如果不说，以后就不要说了。周景瑜明白，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乔洪波的重要性远高于宋雅洁。乔洪波不是个好东西，姐，咱们可得离他远点，这人品德有问题。乔洪波立刻站了起来。宋雅洁，你可别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吗？你跟你老婆离婚之后，是不是调戏过你老婆的妹妹？周书记，您信吗？周景瑜没说话，因为之前把他睡了，所以对此很怀疑。看看我姐都不信任你的，你还是赶紧离我姐远点，别动不动就来我姐的房间。乔洪波，你给我记住，我才是书记秘书。于是乔洪波缓缓地把那天离婚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周书记，这是程方宇的离间计，您是不会相信的，对吧？我当然相信你了，傻丫头，你确实上了他们的当。以后有什么事多跟小乔商量。姐，不用说了，你没事的时候多跟小乔学一学，别总是听那些人给你灌输那些不健康的思想。我还是那句话，小乔的人品，我始终是信任的。讲到最后，他自己都有些不自信了。周书记，我真的是能力有限，不能为你解忧啊，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实在是豁不出去。他的将周景瑜跟宋雅洁全都说懵了。周景瑜虽然不知道乔洪波搞什么鬼，但还是配合起来。那怎么办呢？博主任的爱好真让我为难，我得做一做心理建设。他当时怎么跟你说的？乔洪波瞥了一眼宋雅洁。小宋，你可别告诉别人，这事儿事关领导的名誉。切，谁乐意听你的破事儿？博主任让我今天晚上11点穿上丝袜和女人的胸衣，让我去他的房间。周景瑜和宋雅洁同时瞪大了眼睛。小乔，你可别胡说八道。我真的没有。他说了，只要顺了他的意，以后绝对把我调任到市里去，至少帮我弄个正副级干部。
我可是个很正经的人，哪能出卖自己的色相换取前途呢？让我干这么令人恶心的事儿，我宁可去死。此时的周景瑜已经明白乔洪波有所指，只不过当着宋雅蝶的面前不能如实。那怎么办呀？总不能让博主任不开心吧？我琢磨一下，想想谁能忍受得住博主任的蹂躏，万仞还是林远图呢？可惜我看到博主任那张紫色的大嘴巴就觉得反胃，否则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周书记，您觉得谁更合适呀？其实这事不管谁去都不亏，以后有大好的前程呢。周景瑜眨巴了几下眼睛，这事咱们得好好考虑考虑，万一人家万仞和林远图也不乐意呢？他们找不到人选，如果自己能找到可以忍受博主任摧残的爷们，周姐就不会再说自己没用了。于是他立刻起身走了出去。你啥意思？乔洪波直接将程方宇穿着女人的衣服大半夜去勾搭樊文章的事跟他讲。你说今儿晚上程方宇会不会再次上钩呢？不管上不上钩，你污蔑省领导可够损的，万一这话传出去，你就惹大麻烦了。乔洪波露出一抹坏笑，压低声对周景瑜说了几句。周景瑜听得两眼放光，兴奋不已。你可真损，真坏。乔洪波离开后，周景瑜去了宋雅洁房间。程方宇这个人怎么样？人挺好的呀，通过这几天的交流，他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呢。姐，他比乔洪波靠谱多了，你千万不要上了乔洪波那个混蛋的当。周景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明白的，这个不用你教我。不过眼下我有件事想要看你帮我去办。宋雅洁自从来到清源后，周景瑜都没给过她什么任务，如今听她这么说，立刻挺了挺胸脯。您尽管吩咐，我赴汤蹈火，刀山火海也为您办成。哪有那么夸张？博普生的爱好有点小特殊，乔洪波这个该死的家伙，狗肉上不了席，你给他找个男人，年纪大小没关系，只要能应付过去就成。不管是谁，一旦让博普生满意了，我一定想办法提拔他。宋雅洁顿时懵逼了。姐，一个小小的保普生，您何必在意啊？咱们不能暴露身份，让你干啥看你干啥，记住，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这是我的主意。我懂，